贱人，你竟敢给本王下药！叶之瑜被痛醒，皱眉睁开双眼，眼前俊美的男人脸色阴沉地掐住他脖子，一双发红的眼睛怒视着他。在叶之瑜怔愣时，俯身狠狠咬住他的嘴唇。挣扎间，一股陌生的记忆在脑中浮现。原身本是御史庶女，因父亲早年间在老摄政王遇刺时帮他挡了一剑，老摄政王便许下约定，日后他的儿子会娶叶家之女为妻。谁料摄政王凤无名中毒后性情大变，传闻他杀人如麻，且剧毒药石无医，恐怕命不久矣。御史嫡女宁死不嫁，可御史府不敢得罪摄政王，只好把庶女送了过来。没想到原身还没等到圆房就吓死了。叶之瑜早年算出自己有一命定的劫数，没想到竟是穿越到异世艰难求生。他正想如何解脱，脖子上的力道骤然加重。你给本王下药，不就是为了圆房？哼，本王如今满足你。你再敢咬我，本王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叶之瑜咬紧牙关，眼神中满是愤怒。凤无名舔咬着他的耳垂，一路向下，用嘴扯开了他的衣领。那双毫无感情的深沉的眼眸在动作间始终盯着他的双眼，看他从哭泣到红着脸瞪自己，再到无法承受的闭上双眼皱眉喘息。这晚天旋地转，痛苦与欢愉掺杂着，直到天明。第二日天微亮，叶之瑜浑身被车碾过般酸痛，身上痕迹惨不忍睹，床榻间已不见凤无名的身影。想到他昨晚的种种霸道恶行，叶之瑜冷哼了一声。他穿好衣服，趁四下无人跑出王府，临走前还给凤无名留下了一份大礼。凤无名处理完军营要务后回府，整个摄政王府竟烟雾缭绕，火光漫天。王爷，书房和账房都着火了。管家扑过来跪地，浑身颤抖着禀报。而且西院墙上还留了字，八成是王妃给您留的。凤无名眼睛微眯，大步走向西院，所过之处一片狼藉。他沉着脸走进院子里后，赫然看到两个大字：休夫。叶之瑜，有朝一日，本王找到你，必将你碎尸万段。谁料这一找就是6年，叶之瑜还没找到，凤无名却已毒火入心。每天进出王府的太医个个都神色凝重，提心吊胆。这日新请的大夫跪在地上，抹掉额头冷汗，颤巍巍道：王爷是福泽齐天之人，这毒药毒性凶猛，普通人呐，怕是连半年都撑不过去，也只有您能苦熬6年。只是到了如今，毒已入心，那恐怕……废物！王爷息怒，小人听说城里最近来了个神医，有个活死人医白骨的名头。王爷若是能够找到他，一定能治好您的毒症。既然你说有神医，本王便让人张榜去寻。你放心，若是没找到，本王死后你也跑不掉。本王会专门下令，命人把你剥皮抽筋，扔去山林间喂狗。话音刚落，大夫已然昏死过去。凤无名叫人把他抬出去，又派侍卫去全城贴告示：重金求神医，凡能治好摄政王毒症者，赏黄金10万。城中百姓围着那张告示议论纷纷。
农妇打扮的叶之瑜在人群后站定，她怀里抱着的奶团子小女娃吃着小手，依靠在娘亲颈窝里蹭了蹭。叶之瑜感觉到女儿的身体不正常的热度，这是热症发作的前兆。6年前，她与凤无名一夜荒唐后，逃到了山野间，意外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可惜女儿天生有热症，这种病平日里不显，但发作时便会血液发热，全身滚烫，而且随着发作次数增多，会一次比一次严重，直到哪天全身如同被火烧过般熟透，人也就没有救了。要救小凤团，必须得有她生父的血做药引。原本阴阳调和，若是能熬到他哥哥小九长大成人，这病也便能治。可小凤团连日来发作数次，叶之瑜不敢再强撑，便冒险带着一双儿女回来了。娘亲，黄金10万两，是不是能买好多饭团子了？等着，娘亲这就给你和哥哥蒸饭团子去。说着，他便握着小九的手，打算挤进人群里去接榜。可一股小小的力量阻止了他。怎么了，小九？娘亲，这人肯出10万黄金续命，必然病得厉害，且是个权势滔天的人物。若是治好了还行，治不好，他万一怪罪你怎么办？叶景琛，为娘说没说过，不许你用六爻算卦。娘亲，孩儿知错了。放心吧，娘亲自有办法对付他。叶之瑜挤进人群里，围观的路人见一平平无奇的农妇想去接榜，顿时炸开了锅。我的天，这人是想钱想疯了吧？哼，谁说不是呢？摄政王的榜也敢接，怕是有命赚钱没命花了。说不定人家有真本事呢。小凤团别怕，娘亲在呢。要是爹还在就好了。景琛，记住娘跟你说的话，你爹爹6年前染病死在了路上，不管谁问都要这么答，知道吗？小九点点头，但眼神里充满了疑惑。为何每次一提爹爹，娘亲总会有点紧张？榜单前有侍卫守着，侍卫看叶之瑜农妇打扮，以为他是为财舍命的无知之人，伸手拦道：摄政王万金之躯，容不得半点差池。你要是不会医术，就不要在这凑热闹了，当心掉脑袋。这位大哥，我若不会医术，怎敢接榜？劳烦大哥让路。侍卫犹豫不决，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高大威武的男人从侍卫身后走来，上下打量了叶之瑜几眼。你给摄政王治病？对，摄政王不是发告示找神医吗？嘿，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你们这些侍卫眼睛瞎了不成？区区农妇敢弄来给摄政王瞧病，真是重金之下必有不怕死的，什么骗子都敢来惹我们摄政王。粗犷汉子嗓门极大，一开枪就吵得人脑仁疼，真是个难缠的。叶之瑜正头疼该如何让他放行，就见一管家模样的人叫住了他。威武将军。管家一拱手笑道：在下奉王爷之命前来给这位姑娘放行，她真的能给王爷治病。王爷的毒症已入心，全城的大夫都找遍了，如今只能试一试。叶之瑜心情复杂，穿过长廊香榭，6年前被他烧毁的书房早已修缮如新，丝毫看不出毁坏痕迹。小九神色严肃地跟在娘亲后面，小凤团则躲在叶之瑜怀里，露出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王府。进来。叶之瑜带着2个小娃娃走进去。他如今用易容术给自己改头换面，只是普通村妇样貌，脸上还戴了层面纱，别说凤无名等人，就是原主的爹娘也认不出来。里面坐着的凤无名和随从都愣了下，视线从小九转到叶之瑜怀里的小凤团，
只见一大两小，大的那位粗布经差脸上附着面纱，唯有一双眼睛，似能摄人心魄。地上站着一个穿小道士衣服的男娃，长得跟粉团子一般可爱，脸上却严肃的不行，也因他小大人般的神情，看起来更加可爱了。床榻上的凤无名额角布满汗珠，紧皱起眉头。他说完，毒性上涌，一股子腥甜的血味堵在喉口。叶之瑜瞧着他，便知是毒发。不过看面相，并非是将死之人，治好他也倒并不难。下小凤团几步上前，越过威武将军，一把掀开薄纱床幔。你！威武将军刚反应过来要拦，叶之瑜已经快速在凤无名身上点了几下。凤无名眼神温怒，薄唇轻启，刚要说话，就被塞了颗药丸。大胆民妇！不许打我娘亲！都退下！王爷，您……莫非女神医的药有奇效，竟让王爷止住毒，恢复了神气？若真是如此，老夫实在是惭愧。小凤团葡萄似的眼睛眨了眨，奶声奶气的道：我娘亲是神医，再难也能治好。老爷爷别伤心，我让娘亲教你。凤团子，不许胡说。小女娃说得对，医者无边，还望姑娘不吝赐教。看来你当真有几分本事。凤无名视线锁定叶之瑜，目光注意到他身后探出头的两个小娃娃，心神不禁一颤。那男孩竟和他幼年时有7、8分相似，女孩也乖巧可爱，让人莫名生出亲切感。王爷虽身中奇毒，但并非无药可医。民妇祖传药方能解百毒，只要王爷按时服药，痊愈指日可待。既然如此，你就留下，每日帮本王诊病。多谢王爷赏识，不过我给人治病都要签份契书，病人在治疗时需全程配合，并且要先付定银。凤无名没多言，抬手签下名字。叶之瑜也几笔写好了王小娥3个字。凤无名的目光不经意瞥过去，视线却定住。这字迹竟如此熟悉。契书上大夫中的夫与6年前墙上的字迹一模一样。再看面前女子，轻纱遮面，只露出一双眼睛，古怪至极。凤无名沉了眸，胸腔涌上一股怒意。6年前放火烧了王府，6年后还敢堂而皇之的回来。叶之瑜签好字，抬起头，脸上面纱却被人扯下，烟紫色的纱蝉一般无声落地。王爷这是在做什么？那张普通村妇的脸带着惊慌，微微泛红。他故意戴着面纱，就是为了防这一手。谁会想得到，一个已经易容的人，还会刻意再戴一层面纱呢？只会当他易容后的样子，便是真实容貌。住手！你让本王想起一位故人。叶之瑜无语，他仔细回想自己哪里露出了破绽，让凤无名起疑心。目光疑惑间瞥见了桌上的契书，该死，竟然忘了伪装字迹。狗东西凤无名竟这般心细。可为了10万黄金还有小凤团的药引子，叶之瑜还是得把戏演下去。王爷胸襟开阔，那位故人能让您记这么久，想必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小人。可惜民妇是山野小民，不曾有幸见过王爷，也不是您那位故人。他笑得自然，看不出在扯谎。凤无名眉头舒展几分。叶之瑜顺利在摄政王府后院住下，小九和小凤团从不去前院玩耍。
凤无名在用药半月后身体好转，重新回到朝堂，每日忙得不见人影，也就渐渐忘了这2个小家伙的存在。这日按照约定期限，叶之瑜去账房领治病的赏金，拿到银票后，他眉眼带笑的转身，却刚好撞见路过的凤无名。王爷，你很缺钱？王爷有所不知，我那死鬼丈夫风流成性，6年前得了花柳病走了，抛下我们孤儿寡母。挨千刀的狗东西，只管生不管养，下辈子让他做猪做狗。凤无名眉头微皱，听他骂人，心里莫名的不舒服。想到他还带了2个孩子，沉声道：以后你们搬去西院，现在的房间背阴，小孩子容易起疹。多谢王爷。叶之瑜行礼，2人没说几句，凤无名便叫人走了。他正要去书房处理政务，侍卫来报说御史叶大人求见。那老家伙来干什么？6年前的事他还没算账呢。凤无名微眯起眼，冷声说了句不见。王爷，王爷，救救我家夫人啊！叶御史竟不顾阻拦闯进来，一把年纪了也顾不上身份，跪在凤无名脚下。王府后院，叶之瑜回到房间，小九正在窗前读书，模样认真。小凤团拿着一只风车绕着桌子跑。这几日他的病有了药引子，热症已许久未曾发作过。娘亲，凤团子，今天有没有乖乖吃药？有。小凤团脆生生答道，可转脸又露出担忧的神情来。药丸丸没有了。叶之瑜想起他之前借着给凤无名治病采的血已经用光了，药丸至少要3天才能制成。今晚凤无名去军机营可能不回来，他现在就得去找他采血。小九，娘亲给你们买了牛肉糕，你和妹妹一起吃好不好？叶之瑜叫来小九，用美食把2个小家伙安抚好，便带着凤无名的药出了门。叶之瑜走到长廊拐角，便看见亭子里叶御史跪在凤无名脚下，他赶紧躲到了柱子后面。王爷，本来下官没脸来求你，可我内人得了癔症，整日风言风语，御医也治不好。我想求国师去府上看看是否有邪祟作恶，可惜下官面薄，国师几次闭门不见。王爷，此事只有您能帮我了。哼，本王凭什么帮你？当初你李代桃僵，送庶女过来与我成亲的事，本王可还没找你算账呢。叶御史大惊失色，慌忙磕头赔罪。凤无名绕开他便要走，且眼尖的看到柱子后那一抹淡蓝裙角。鬼鬼祟祟躲在那里干什么？出来！王爷，我来给您送药。这位是？他是我府中神医。叶御史苍老的眼打量着眼前戴面纱的女子，他看着那双眼睛，心头一震。这双眼和死去的庶女几乎一模一样。下次再让我发现你偷听，就当你是敌国细作处置。多谢王爷。旁边的叶御史一脸欲言又止，他看着叶之瑜的眼睛，像，实在是太像了。可若真是那个庶女，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叶御史也不确定，他想仔细瞧瞧，奈何叶之瑜大半张脸都被面纱遮住。怎么了？回摄政王，我只是看这位神医眼熟。你也觉得他眼熟？叶御史连忙称是，又试探着问：可否请神医取下面纱？早料到会有这天。叶之瑜左右看看2人，看来今天这劫是逃不掉了。凤无名方才的问话分明也是起了疑心，若是犹豫太久，只怕再也瞒不过去。可以。
神医为何要戴面纱？叶御史神色难掩失望。凤无名方才的问话分明也是起了疑心，若是犹豫太久，只怕再也瞒不过去。可以。神医为何要戴面纱？叶御史神色难掩失望。也对，他家那个庶女早在6年前便病死了，是摄政王亲口说的。叶家原本就理亏，下葬当日只派了管家去处理后事。管家回去只说了句小姐可怜，从此叶家再没人提起过庶女叶之瑜。民妇偶感风寒，怕冲撞了王爷，便戴了面纱遮一遮。你先下去吧。凤无名冷声吩咐，可叶之瑜并不打算离开。王爷的毒症虽然已被压制，但为了保险起见，民妇特意为您熬了碗补气的药，请王爷服下。叶之瑜袖子里藏着取血的工具，汤药中有麻石散的成分，喝下去后人的感官会被麻痹，他便能趁凤无名不注意采血。药呢？叶之瑜赶紧跑回方才的柱子后面，小心翼翼地捧着食盒返回，里面只有一碗散发苦涩味道的汤药。叶之瑜捧着药碗，生怕洒了。摄政王府里有只3花肥猫，见着有人端碗，便以为是好吃食，原本在院墙上眯着眼休息，看见叶之瑜手里的碗后，喵一声尖嗓就扑了过来。啊！叶之瑜吓得一哆嗦，手里的碗飞了出去，他也被肥猫撞得一踉跄，朝前摔去，结果撞进结实胸膛。王爷恕罪。凤无名平日最讨厌与人接触，不管是谁他都讨厌。对于叶之瑜也没有半点怜惜，反手就是一推。叶之瑜踉跄几步才稳住身体，还没等他开口，2个来前院寻娘亲的小家伙便扑了上来。不许打我娘亲！坏人！大坏蛋！哼，坏人！你个大恶魔！他一手拎起小九，小家伙在半空中仍挥舞着拳头，丝毫不见害怕的样子。凤无名打量着他那冷峻的小脸，仿佛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有趣。你叫什么名字？哼，关你什么事？叶之瑜惨白着脸，心惊胆战地看着那对父子。凤无名那般冷血腹黑，又生性多疑，他为何会对着小九看那么久？莫非是起了疑心？王爷，童言无忌，求您看在我为您治病的份儿，放了他吧。是啊，黄口小儿正是什么都不懂的年纪。叶之瑜不可思议地看向叶御史，而凤无名还在逗小九，问他几岁。小九抱着双臂沉了脸色，一言不发地被他拎在半空中。凤无名看他的神态和自己幼年相似，不禁嗤笑一声，把他放到了地上。娘亲！王爷心胸宽阔，民妇感激不尽。叶御史看这俩小娃娃无事，也松了口气。叶之瑜想起了刚才看到的黑雾，他知道叶御史并非十恶不赦之人，便好心提醒：大人，离头顶黑气，府中可是有什么人神志失常，整日说胡话。神医怎么会知道？我以前跟一位道长学过几招，帮人家看风水、驱邪祟，挣些银子养家。王爷，可否请您这位神医去府上看看？若是能驱除邪祟，让我家夫人恢复神智，下官以后甘愿做牛做马，报答王爷仁爱之心。你愿意去吗？驱邪可不是一般道士能做到的。这个村妇已经得了10万黄金，安心在府上给他治毒症便是，何必冒险？若是成功了还好，万一事情不成，遭到反噬，一命呜呼了怎么办？医者仁心，道家也心怀天下百姓，求神医不要推辞。若是这回能驱除邪祟，下官愿意奉上祖上的茶庄子作为谢礼。
好吧，既然如此，我便去你府上瞧瞧。凤无名的眼眸沉了几分，在叶御史道谢时便下了逐客令。叶御史走远，凤无名瞥了眼叶之瑜，声音低沉的道：生意当真是治病捉鬼两不误呀，拿着2家银子，不怕阴沟里翻船，赔上性命？在民妇的眼中，唯一的大事便是给王爷治病，其他不过是举手之劳。王爷，我去御史府之前，再给您针灸一回吧，顺便采血，再恢复几分灵力。凤无名看着这个惯常会说好听话的村妇，总觉得她不似看起来这么简单。不仅医术比太医院的老中医还高超，就连每回针灸都能让人通体舒畅。这事若是换了别的皇亲国戚，必然不会管一个小小御史的事。还是摄政王深明大义，小女子十分佩服。凤无名对他的马屁无动于衷，反正每回治病，他都会搜肠刮肚地说些好听话。叶之瑜却感觉到他压迫感没有那么强了。银针已消好毒，他抬起头来，请王爷脱掉上衣。凤无名抬手扯掉了外衫，又解开亵衣系带，露出精壮的胸膛。并不忌医的道理两人都懂，虽说男女有别，但堂堂摄政王绝对不会看上村妇，因此他们都不扭捏。摄政王，今日这针与之前不同。在凤无名的示意下，他解释道：今日是要暂时封住你的经脉，再以艾灸炙烤把毒血逼出来，所以等会儿我施针的时候，王爷可能就无法动作了。无妨。王爷得罪了。叶之瑜不再言语，专注用银针刺入他穴位，手法老练精准。凤无名半躺着与他面对面，之前每次施针都是在他毒发之时，没机会仔细观察，今日倒是清醒着被他施针。你这些本事都是和谁学的？也是机缘巧合，认识了神医谷的花娘，她见我可怜，便教我医术。这些年来，在山野间试药扎针，什么病都见过了。那你倒是个可怜人。小九，你过来，你带着妹妹去街上买2串糖葫芦，买回来之后，在外面边吃边等娘亲，好不好？糖葫芦。小凤团眼睛都亮了，忙点头。知道了，娘亲。小九跑过去接过铜板，拉起妹妹的小手走了出去。把2个小家伙支走后，叶之瑜红着脸转头看着凤无名，对方也觉察到了不对劲儿，沉眸微转，斜睨着叶之瑜：你还不出去？王爷多有得罪了。叶之瑜说完，手掌附上了他的丹田处。此地对于道家人来说是阳气汇聚之地。贱妇，你想死不成？你到底在干什么？给摄政王治病啊。叶之瑜说的理所当然，灵力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体内，这副孱弱的身躯渐渐舒展开，如同蜷缩了一个冬季的植物，终于迎来了生机。久违的通体舒畅令叶之瑜沉醉。凤无名全身都不能动，这种被村妇占便宜的感觉十分糟糕。他闭上双眼，极力说服自己这是治病。可就在这时，那双手竟然游走到了他的胸膛。凤无名无语，他的眼珠向下看，又抬起，又向下，确认了3、4遍之后，嘴唇已气得发白。拿开你的脏手！可对于叶之瑜来说，只靠双手汲取灵力还远远不够，而且再磨蹭下去，凤无名很快就能动了。经过这次，他还会不会让叶之瑜近身都不知道，得一次性获得足够多的灵力才行。叶之瑜想到这里，一不做二不休，抱住了凤无名。他唐突的动作让他怔愣住，
这哪里是治病，分明就是大胆村妇借着治病调戏摄政王。滚！王小娥，你最好马上就滚，滚远点儿，不然本王恢复以后，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扔去荒山喂狗，包括你的2个小孽种，也会因你而死。叶之瑜轻笑，整个人跟八爪鱼般贴着他，灵力已恢复3成，足够对付叶御史家的那邪祟了。他起身整理好衣裙，浑身充满灵力后，他的皮肤吹弹可破，眼睛也比之前亮了不少。摄政王莫要动怒，这只是为了给您治病不得已的手段罢了。凤无名冷哼，偏过头去，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至极。摄政王莫生气，半个时辰后你便能动了。门外传来小凤团的声音：娘亲。他轻轻推开门，探出一个小脑袋，天真无邪地问：坏人叔叔怎么了？他是不是发烧了？要不把凤团的糖葫芦给他吃1颗吧，吃了就不难受了。凤团子自己吃吧，走，年轻带你去别的府上玩。独留在房内的凤无名看向墙上挂着的宝剑，他的眼中寒气森森。来人！话音刚落，一个人如同鬼魅般在房间的阴影处出现。明明现在是白天，可这个人却裹得严严实实。这就是凤无名培养多年的暗卫，名为夜幕的特殊存在。主公有何事吩咐？暗卫避开房间中有阳光的地方，躬身跪在了凤无名身前。彻查王小娥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经历，事无巨细，一一上报，包括她带的那一对兄妹。看得出叶御史已经快被自家府上的邪祟给逼疯了。早在约定时间之前，他就已经请了人在王府外恭候叶之瑜，嫣然有着把叶之瑜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意味。王姑娘，我们到了。随着轿夫的一声提醒，轿子在御史府的大门外停下，带着小凤团和小九一起进入了御史府。乖，这个糖梨糕留给你们，娘亲有事情要办，去就回，替娘亲照看妹妹好吗？小九眼神立即坚定起来，重重地点了点头。安顿好2小只，叶之瑜才来到叶御史的面前。御史大人，听闻府中被邪气入体的是您的夫人，现在能否带我去见见她？听到这里，叶御史的神情一瞬间有些怪异，似乎是略有为难。可有什么不妥？叶之瑜抱起手臂，微微偏头，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叶御史的反应。御史大人，虽说我是来驱邪的，但本质和治病差不多。既然您请我来到了府上，我就必须要见到患者本人才可以下结论。不瞒你说，我夫人中邪的症状实在是过于可怖。她如今神志不清，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方才我也是怕她冲撞了你。现在看来，神医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那我也不便多虑。这边请吧。说着，叶御史抬手引路。虽然肯定比不上摄政王府奢华，但御史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这府邸的每一处回廊亭台都极具书香气息。叶之瑜跟在叶御史的身后，裙角擦过亭子前的石阶，一种故地重游的熟悉感从灵魂深处传来。这里毕竟是原主从小长大的地方，叶之瑜站着这具身体多年，还是能感受到这种情感上的共鸣。是啊，终于回来了，我会替你好好逛逛这里的。那，这是我自己做的符纸，虽然不能直接驱邪，但好歹可以挡一挡入侵的煞气。那神医，请问被煞气入侵会怎么样呢？看情况，这煞气要是冲着你来的，那就比较严重；若不是，顶多就是回去之后要倒霉几天罢了。
刚踏进院子，叶之瑜就听到了里面乱作一团的嘈杂声。只见一个赤着脚的女人，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眼神直直地盯着虚无的地方，像是失了魂魄一般，口中还低声念念有词。这位就是我那中了邪的夫人。神医，请你一定要帮帮忙啊！慧萍，我也不想这样的，是你挡了我的道。如兰，你别瞪着我，你的眼睛不是我挖的，是山贼害的，别来找我。贱人，你这个贱人，死了还不安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叶夫人的症结所在，御史大人，待我稍作调息，便可以开始驱邪了。我还有一事想请问神医啊，不对，是大师。敢问我家夫人沾染的邪祟究竟是何等来路啊？都是人命官司。对于叶夫人的事，叶御史心里难道真的没底吗？都是造孽啊！无论如何，还是请大师为我夫人进行驱邪，我们御史府感激不尽啊！既然如此，那就请御史大人带着房中的所有下人一起离开这个院子吧。我施法的时候不习惯旁人在场，或多或少会影响发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一个人在这里就足够了。更何况周围四散的怨气极其不稳定，我也怕不小心伤到无辜。大师说的是，我这就为您清场。生死有命，阴阳有别。我知道各位心中有怨，可纠缠不休已然违背了两界的法则。我必须要将你们从生人的体内驱除，引你们到能够往生的地方，早日将这一事彻底遗忘。得罪了。叶之瑜抓住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准备好的符纸死死按在叶夫人的脑门前。如此一来，今天的驱邪总算是成功完成了。走出院子后，叶御史立即将叶之瑜请到了前厅，态度极其恭敬。来给叶夫人把脉的大夫一叠声地喊着恭喜。叶御史悬了那么久的心总算是放下了，看向叶之瑜的眼神简直像是见了活神仙。大师实在是神通广大，不愧是摄政王府上请来的能人，不仅能悬壶济世解毒治病，还能解决我御史府后宅的邪祟大乱，我真是感激不尽啊！大概半刻左右，叶夫人就能醒过来了。不过今后还请御史大人劝解叶夫人，今后尽量吃斋如素，多行善事积德，万不可再造杀孽。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那么接下来，御史大人之前答应给我的报酬也该兑现了吧？报酬必然是要兑现的。过几日我就让下人将茶庄的地契送去王府，还请大师放心。叶御史笑呵呵地说道，虽然送出去一个茶庄确实很是肉疼，但身为朝廷有头有脸的御史大人，他也不可能会赖账。更何况叶之瑜在他看来是摄政王的人，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得罪那尊活阎王呀。大师觉得我府上的布置如何？有没有什么地方违背风水？若是哪里不妥，我这就下令命人去改。之前见大师初到我府上的时候，仿佛一点都不陌生，这倒与我的宅子很是投缘啊。我行走江湖多年，见过不少的府邸，御史大人家中的布局是在其中也是极为优秀的，并无什么不妥，完全是过滤了。大师看起来不像是京城人士，请问籍贯是在何处啊？任务既然已经完成，我也该告辞了。多谢御史家的茶水和点心招待。说着，
叶之瑜已经站起了身，不想和叶御史继续聊下去了。他在试探自己，叶之瑜一清二楚。可叶之瑜岂是轻易就会上钩的？他的种种反应天衣无缝，叶御史愣是试探不出一点可疑之处，也只得就此作罢。等叶之瑜接上小凤团和小九返回王府的时候，两个孩子已经吃饱到连连打嗝了。看着他们这副吃货的模样，叶之瑜不禁莞尔。你们两个倒真是不客气，在这里蹭吃蹭喝的这么夸张，不知道的还以为娘亲没给你们吃饱饭呢。一边打趣，叶之瑜一边带着两个人回到了摄政王府。可是叶之瑜没有想到，他人前脚刚踏进自己的院子，后脚就被管家带人迎面给拦住了。管家这是何意？王姑娘，摄政王殿下有请。好吧，那就走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叶之瑜一边犯着嘀咕，一边站起身，随着管家朝门外走去。最后他们二人在凤无名的书房前停下。进来。叶之瑜推门而入。王爷，民妇按您的吩咐来了。王小娥。王爷叫民妇名字是为何？给本王解释一下，今天下午你借着针灸的旗号对本王做了什么事？你不会不记得了吧？啊，神医。针灸怎么就成了旗号了？民妇是真的在给您做针灸治疗啊。这一点，您只要感受自己的气息和脉搏有没有变得更稳健，就可以确定了。倒是实话，针灸结束后，凤无名确实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舒服了许多。那倒是本王孤陋寡闻了。神医治病救人的路数实属稀奇，究竟是哪门绝学需要这样的肌肤之亲？这怎么能算是肌肤之亲呢，王爷？那在你眼中，什么程度才算是肌肤之亲？反正在我们医者眼中，这和针灸、推拿、按摩也没什么区别。王爷，如果不是为了治疗您的急症，那还能是为了什么？您不会是觉得民妇是要占您的便宜吧？王小娥，你很想死对吗？不敢不敢，王爷天人之资，就是借民妇10个胆子，民妇也绝不敢占王爷的便宜。闭嘴！王爷，治疗的方式是怎样的？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治疗效果。敢问王爷，可觉得最近心口的疼痛逐渐减小，气息也越发稳健？这都是因为王爷体内的毒越来越轻，正是民妇费了9牛2虎之力，把所有方法都试了一遍，才得来的结果。言外之意就是，是我叶之瑜救了你这条命，没有我，你早晚被这毒给活活疼死。现在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管我用什么方法治你呢？哼，我是神医，我说了算，不就摸2把借点灵力吗？这么小气鬼样，真是让人无语。心里这么想，叶之瑜嘴上却不会这么说。他只是笑盈盈地看着凤无名，眼神要多正直有多正直。你最好是真心盼着本王好，别耍小心思，下场你知道。言毕，凤无名转身在书桌前落座，低下头，连眼睛都懒得再抬一下。他草率地挥挥手，示意叶之瑜快滚。叶之瑜求之不得，告退之后连忙溜之大吉。此地不宜久留，他是一点儿都不想待在这里了。第二天一大早，叶之瑜正在梦乡里睡得香甜，就被门外传来的一阵嘈杂声给吵得醒了过来。什么事啊？娘亲，我们院子里有人登门拜访，送了好大的几个箱子给你。大师，神医！
今天我专程来感谢大师的。您进行驱邪之后，我家夫人果真恢复了神智，现在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这都是大师您的功劳。之前承诺给大师的报酬，我也绝不食言，今日特来上门兑现。这是我叶家名下营收最旺的茶庄，如今就送给大师您了。送走叶玉时候，叶之瑜这边在沉思，他身边的2个宝贝此时倒是格外兴奋，尤其是小凤团。玛瑙做的手链，金银打的饰品，还有一套墨玉与白玉制成的棋子。小凤团一样一样的点着箱子里的礼物，眼睛亮晶晶的。妹妹真厉害，都已经拾得这么多东西了。娘亲，这套棋子可以送给我吗？当然可以了，宝贝。太好了。可是我们小凤团好像还没学过下棋吧？娘亲现在有事在忙，闲下来就交给你，好不好？娘亲，我会下棋，我来教小凤团吧。真的吗？哥哥好厉害！闻言，小凤团开心地拍起小手，头上的2个小花苞一晃一晃的，灵动又可爱。是齐师傅教给我的。直到临近日落的时候，这座小院子再一次被人上门拜访。请问您就是传说中的王大师吗？有事相求？对，有事相求。我家主人乃是大理寺少卿项为明，我们相府最近有妖邪作祟，和府上下深受其扰，今日特来登门，携重金聘请大师为我相府做法驱邪。原来是想求他上门驱邪的。可是叶之瑜和大理寺少卿从来没有过交集，完全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前来求人的小厮显然是看出了叶之瑜的疑惑，主动为他解释道：我们大人在上朝的时候，从御史大人那里听说了您的事迹。请问重金是指多少件？小厮闻言一愣，但还是无比配合地招呼身后的随从，将一个箱子抬进来。打开，请大师过目。叶之瑜看着箱子中金灿灿的光芒，眼睛狠狠地亮了亮。好说好说，还愣着干什么？带路。大概2个月前，我们家少爷与同窗的友人一起外出遨游，白天并无什么异常，可是当天晚上在府中用完膳之后，少爷就突然发起了高烧。从那天之后，整个人就变得痴傻起来，心智如同低龄幼儿，还总是说胡话。说到这里，小厮的眼眶都红了。我们家少爷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以前正常的时候待我们这些下人也都是温和有礼，突然变成这般模样，敢问谁能不痛心呢？听闻大师您是有真本事的，还望您一定要帮帮我们少爷。赶到相府时，相府一家老小以相大人为首，都守在大门前翘首以盼。看到叶之瑜带着2个浴血可爱的幼童走下轿子，相大人微微愣了愣。他没有想到传闻中的大师竟然是这样的。相公，她看起来就是寻常人家的姑娘，真的能行吗？相大人，我想看看生病的相公子，可以吗？当然可以，大师这边请。进入到相府以后，叶之瑜就在不动声色地观察。这座府邸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不像在御史府那次，还没进门就能感受到冲天的邪气。这就是我那中了邪的公子，请大师好好看一看。果真如小厮说的一样，相公子现在的表现就和3岁的小孩子没什么两样。
他蹲坐在地上，发髻松散，捏着一根糖葫芦，一边吃一边哼着童谣，摇头晃脑。叶之瑜试图走近相公子。走开，你是坏人！你不许抢，这是我的。阿娘，恒儿不喜欢陌生人。阿恒，乖一点，这是来帮你治病，你要好好配合。走开走开，我不要治病，我不要吃药。哎，阿恒，最讨厌爹爹了。娘亲，可以让我试试吗？我想和大哥哥说说话。好呀，小凤团想做就去做，娘亲相信你。听到这句话，小凤团顿时笑得眉眼弯弯。她扯着自己的裙角，小心翼翼地来到向恒的面前。有点担心的小九见状，连忙着急地跟了上去。大哥哥，别哭了，这是我娘亲送我的糖糖，也请你吃。那，拿去吧。谢谢，好好吃啊。吃了我的糖果，那你就是我的朋友啦。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真的可以做你的朋友吗？我在这里一个朋友都没有。说着，他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听到这话，向大人和向夫人脸上也露出了内疚的神色。是我们忽视了阿恒的心情，多亏了小姑娘，不然我们做父母的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大家都说我生病了，要给我治病，可是我不想吃那些苦苦的药。上次还有一个人用烧着的火棍子追着我跑，我好怕呀。你受苦了，可是你生病之后，爱你的阿爹阿娘每天都会很伤心。难道你想让他们继续心痛下去吗？听到小凤团的话，向恒摇了摇头。那就听我说的好不好？我的娘亲也会治病，她不会让你吃苦苦的药哦。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她可是我的娘亲。这个吃起来很甜，对吧？告诉你哦，这就是我娘亲做给我吃的。能做出这样甜蜜糖果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去的，对不对？向恒听了，居然真的觉得十分有道理，连连点头表示认同。两个人一拍即合，就地成立了堂堂教。唐门万岁！没错，唐门。叶之瑜观察着向恒，虽然因为得了痴病而变得呆傻，但还是能从他端正的五官看出，向家公子以前确实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秀气君子。叶之瑜闭眼凝聚灵力，将手轻轻搭在向恒的脉搏处查探。良久后，叶之瑜收回手，缓缓睁开眼。怎么样？是巫术。向公子是被有心之人用巫蛊之术诅咒了。这怎会如此？是谁用这种招数残害我儿？那敢问大师有法可解吗？可解。万幸向公子种的降头术是最简单的那种，施术之人也只是懂些皮毛，大概是因为向公子体质不好，才会反应如此剧烈。想解还是很容易的，别担心，我有法子。那就劳烦大师了，求大师尽力救救我儿。向大人不必多礼，既然收了您的金子，我就会允诺为您解忧的。叶之瑜颔首，然后转身来到了向夫人的面前。向公子种的是药降术，乃从口而入，想要化解，需要血脉相连之人以血相引，把体内的咒术从口中散出。向夫人是向公子的生身母亲，所以是最合适的血引之人。我也是阿恒的生父，请问可以用我的代替吗？既然大师都这么说了，必然是用我的血效果最好。我是阿恒的母亲，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向夫人，不需要下这么重的手，只是需要一点点指尖血就够了。太上台星，应变无停，驱邪附媚，保密护身，智慧明净，心神安宁，三魂永固。
破无丧清，急急如律令。刹那间，叶之瑜猛然睁眼，金光从眸中一闪而过。向恒愣了一下，然后剧烈的俯身咳嗽起来，一口黑色的血从他口中吐出，落在地上化成一抹黑烟。就在向家夫妇暗暗着急的时候，向恒终于缓缓抬起了头。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向恒的眼底已是一片清明。只需要这一眼，向家人便明白，他们的公子回来了。爹，娘，总算是好了，我的儿呀！对了，这位就是你的救命恩人，是他解了你体内的巫蛊之术。多谢王大师，您对在下之恩犹如再造。若今后有什么需要向恒帮忙的地方，在下在所不辞。向公子言重了，我不过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罢了。倒是有一事，恐怕我还要多嘴一问。请问夏大人身边是否有仇家或是政敌？向家来京城也就这4、5年的时间，我与相公的性子又都不爱交际，到现在京城的世家都还没有认全，怎么可能会与人结了这种仇？我的职位不过是个闲官，鲜少与人有利益冲突，这些年也一直本本分分，小心翼翼，从不敢在朝中树敌。我实在想不出会有什么人能这么害我向家。可若是再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大师可有防范之法？我正要说这个呢。这是我自己开光的护身符，从施术之人的水平来看，用这个就足够应对了。只要每日都把护身符带在身上，寻常邪术都是伤不了各位的。向大人连连道谢，感恩戴德的把护身符当作宝贝一样装起来收好。叶之瑜同时也在思考，在背地暗施巫蛊之术的人，如果真的不是冲着向大人这个大理寺少卿来的，那就只能是冲着向恒本人了。果然，向恒蹙眉回忆着什么，神情越来越凝重。怎么，看来向公子心中已经有了线索？我想，我大概知道是何人所为了。同窗几年，我知道他对我生了嫉妒之心，多有怨恨，但过去也都是小打小闹，我只当他是玩笑，不想计较。没成想这次竟对我做出了这样的事。谦逊隐忍乃是君子之风，本没有什么不好，可对于某些人来说，一味忍让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的作恶。向公子回去还是好好算算这笔账吧。在下受教了。既然如此，今日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告辞，有缘再会。处理完相府的事情后，叶之瑜带着小凤团和小九返回了王府。没想到这次又在门口被他们家的管家拦了下来。按照我之前定的疗程，3日清一次毒就够了。敢问你们家摄政王又有什么事啊？王爷并未直言是何事，但请王姑娘务必随老奴走一趟，王爷有要事相商。眼看从管家嘴里什么话也套不出来，叶之瑜只好认命，跟着他走进了凤无名的寝殿。听说王大师今日又去了大理寺少卿府上驱邪除妖，打着我摄政王府的名义，同大理寺和御史府攀关系。你的胆子倒是不小嘛！你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去驱邪，不怕邪祟冲撞了小姑娘吗？在凤无名的印象中，带孩子的母亲大多是身居内宅，将孩子看护的比什么都紧。她倒是不一样。小孩子也有自己的天性，只要不超过我保护的安全范围，他想怎样探索世界都可以，这是小凤团自己的事。怎么只抱着这一只？不是还有另一只吗？小九先回自己的房间了，小凤团在路上的时候就窝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怕吵醒他，就一路抱了过来。所以王爷今日叫民妇来，就是为了去大理寺少卿府上驱邪的事。没错，
所以他们家那个痴傻的儿子真被你治好了？王爷是怀疑民妇的能力吗？难不成是觉得民妇在招摇撞骗？不，你的实力有多少，本王自会判断。本王今日叫你来，是想警告你，你现在头上顶着的是我摄政王府的名号，所以你最好不要搞出什么乱子，平白无故让本王沾上不必要的事端。王爷这样的人，难不成还会怕我一介区区村妇惹出来的麻烦？可是若是说王爷您怕我给您惹麻烦，不如说正是因为有王爷您的名号在，我做的事才会变成麻烦。哼，你说我给你找麻烦，我还嫌你晦气呢。哼，就算没有本王，你那不知死活的样子，也早晚会惹祸上身。既然敢惹事，那民妇也不怕事。王爷放心好了，真有什么事端，民妇自己会解决的。从凤无名的寝殿里退出来后，叶之瑜不紧不慢地返回自己的院子。走着走着，叶之瑜突然停下了脚步，微微眯起了眼睛，因为他远远便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身影，此时正站在他的院子门口。那个男人的身影轮廓挺拔而魁梧，身上带着软甲，腰间还扶着一把绣春刀，显然是个武将。小将军，你是王爷派来的吗？与王爷无关，是我自己打听之后来到这里，想找一位名叫王小娥的大师，有事相求。这样啊，你说巧不巧，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小娥。你？青年微微睁大了眼睛，似乎有点惊讶。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王大师，久仰。在下名叫云气。原来是镇西大将军，失敬。正是。方才云将军说有事相求于我，让我猜猜，是治病救人，还是驱邪除魔，亦或是相看风水，推算吉凶，还是说想看看面相手相之类的？原来王大师的业务竟如此广泛。好说好说，只要云将军给钱，能办的事只多不少。钱不是问题，只要大师能为在下解决家中之事，在下必以重金作为酬谢。那么就请云将军详细描述一下现在正困扰你的事情吧，我也好根据事情的难度定价。是这样的，近来在下的母亲每日都会梦魇，醒了就忍不住痛哭，再也不敢入睡。本以为是惊厥之症，在下便请了宫里最有资历的太医来为在下的母亲诊治。太医开了许多安神的药，可是前前后后吃了1个月，夜里梦魇的症状依然没有消失。太医便建议在下寻一位有道行的术士，或许可解。确实，梦魇这种事情的成因很多，若是求医无果，就只能用我们玄门的法子试一试了。闻言，云栖喜出望外，他连忙拱手道谢。叶之瑜却突然拦住了他。且慢，我还有一事想问，请问摄政王知道这件事吗？来找王大师之前呢，在下先去求了王爷，毕竟您是王爷请来的神医，要为王爷解毒，在下当然要先向王爷请示，之后才敢来请。这么说，摄政王是同意了？明日云将军可方便？我想去府上仔细看一看令堂的情况，才好做解决的对策。没问题，多谢王大师。第2日，叶之瑜履行昨天的约定，收拾妥当，准备前往镇西将军府。没想到刚走到王府门口，叶之瑜就发现有一辆轿子已经提前等在这里了。奴才受王爷之命，在此等候王姑娘，请王姑娘上轿，接下来由我等奴才护送您至镇西将军府。镇西将军府这里，云栖已经在恭候了。人是他请的，他本来就打算带着自家的轿子亲自上门接王大师到府上，可没想到凤无名居然提前准备了人送，
叶之瑜抵达将军府后，云栖便带着他来到了母亲云夫人正在居住的院子。亲眼见到云夫人本人，叶之瑜稍微有点意外。看云栖如此骁勇，没想到母亲居然是一个气质柔弱温婉、满身书香气息的女子。请问云夫人，您还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梦魇的吗？大概是在1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那天入睡之前，我的心跳突然与平时有些不一样，总感觉很不舒服，便就早早地上床睡了。就是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那么请问云夫人，第一次梦魇的那天晚上，可有什么与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云夫人闻言，果真认真回忆起来，然后突然想到什么，立即抬头道：那天是15，按照习俗，我们云家都会在院子的石桌上摆个小案，既是祭祖，也是拜月。15号，也就是说，那天晚上是月圆之夜。说到这里，叶之瑜微微蹙眉，神色终于有了些变化。他的眼神突然认真起来，转眸看向云栖，低声道：劳烦云将军屏退屋内的侍从，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不太方便被其他人听到。你们先下去吧。等屋子里的闲杂人等都离开后，云夫人直了直身子，莫名感觉有些紧张。大师，请问我母亲的状况究竟如何？云夫人的梦魇确实是因为中了邪术而导致的，只是这邪术的来路怕是有些蹊跷。大师的意思是有人故意用邪术害我母亲？不错，而且不只是害你母亲，其根本目的还是你这个镇西大将军。怎会如此？拜月的贡品一般到了第2天就会收走处理了，都是院子里的下人在管这些事，我也不清楚。况且贡品中有很多食物，也存不了那么久的时间。那云夫人能否还原拜月那天供桌上的所有物品？最好是连摆放的位置都差不多。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贡品的清单是我亲自列出来的，具体摆放的位置我大致也还记得。我让我的贴身侍女小婉去办这件事吧。说到这里，云夫人便准备向门外招呼自己的侍女，然而云栖却在此时拦住了自己的母亲。云栖眼神凛冽，对云夫人慢慢摇了摇头。看来云将军是和我想到一处去了。云夫人，这件事情最好不要再让你身边的下人知道了，我怕会打草惊蛇。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了，云夫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她顿时变了脸色，眼神里满是不敢置信。那天晚上拜月的事，怕是被人动了手脚，而且问题大概率就出在这些贡品里面。原本祭祖拜月是祈求幸福祝愿的好事，可若是祭拜的形式与方位被人刻意扭转，那就反倒变成给自己招来灾祸的邪术一事了。果然如此，云夫人，你那天晚上在院子里祭拜的根本就不是月神，而是地附于此的妖物。妖物？不错，而且从您连夜梦魇的表现来看，这妖物应该是一只眼魅。敢问大师，眼魅是种什么妖物？眼魅没有原身，因为它并不是靠修炼才有了妖身，而是聚集世间强烈的精神之力，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自然诞生的。它能够吸食人类的情绪，也因此可以控制人类的精神，比如通过梦境的形式激发人们的负面情绪，以此作为修炼的养分。可是我们府上为什么会招来这种妖物？那个拜月仪式到底被篡改成了什么？眼魅没有繁殖的能力，它是天地自然形成之物，需要的条件极其苛刻，上千年也就出那么寥寥的几个。定然是有心之人探查到了镇西将军府有一只尚在雏形中的眼魅，
所以故意设下了这样一个计谋。说着，之前被云栖派去调查贡品的亲信也回来了。禀告将军，属下将夫人那日的贡品带来了，而且属下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夫人院子的库房里丢了一只香炉，这香炉也是拜月时放在祭台上的物件，属下不敢耽误，连忙去寻了香炉的下落。那香炉去了哪里？禀将军，属下在侍女小婉的房间里偷偷找到了被她藏起来的香炉，就在这里。言毕，亲信躬身将一只香炉呈给了云栖。哦，如此看来，这竟是人赃并获了。云夫人，请您还原一下那日拜月时物品摆放的位置，还有您祭拜时月亮的大概方位。闻言，云夫人连忙照做，很快就还原了那日拜月的细节。叶之瑜来到桌案前，垂眸看了一眼桌上琳琅满目的贡品，眼神暗了暗。是祭灵阵，看这个，我常年与香灰打交道，基本能通过灰烬分辨出大概是什么香。哼，但是这个明显不是香燃烧后产生的灰烬，而是人类毛发燃烧后的样子，定然是侍女小婉在平日里偷偷收集了云夫人的头发，掺进了香灰里。没错了，这就是完成整个祭灵阵的关键。眼魅这种妖很特殊，她在妖界的名声很不好，连其他妖都觉得忌讳。这都是因为眼魅根本就没有实体，他们要寄生于其他的宿主，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妖。而这个祭灵阵，就是相当于云夫人主动给眼魅当宿主。好狠毒的心啊！这样下去，我岂不是就要变成一只妖怪了？云栖也是紧紧握住了拳头。所以我说，这件事背后的人实在是深不可测，他所图的东西可太大了。有能力探查到眼魅生成的方位，又能将计就计，设下这种失传已久的祭灵阵，利用云夫人献祭，催成眼魅诞生降世。这个人想要对付你们云家只是其一，他怕是还想豢养这只新生的还未开启灵识的眼魅，这样就能做更多的事，实在是居心可怖。兹事体大，这件事我会上报给王爷，必要将这背后之人的身份查个水落石出。来人，将夫人院子里的人全部控制起来，尤其是侍女小婉，我要亲自审问。亲信连忙听命，可就在他起身准备行动之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凄惨的尖叫。来人呐，小婉姐姐自尽了！叶之瑜和云栖对视一眼，两人眸中皆是闪过一道寒光。等他们冲出去查看情况时，面对的就是小婉被人从湖里打捞上来的尸体。谁都别动，让我来验尸。你干什么的？别添乱，我已经派人去请仵作了。武将抬手便要拦住叶之瑜。住手，放行，让他验。云栖立刻喝止住拦路的武将。还不快赔礼，这是王爷的人。属下失礼，原来姑娘就是王大师，请大师莫怪。叶之瑜没心情操心这个，不甚在意的摆摆手，蹲下观察起小婉的尸体。大师，如何？唉，确实是没救了。这难道还有救活的可能？有啊，为什么没有？如果只是溺水的话，现在这个时间段完全有抢救过来的可能。其实很多溺水的人，及时做心肺复苏就有很大概率能救活，只是太多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等等，大师，你刚才说如果只是溺水，难道说他在落水前还服了毒？这种情况必死无疑。叶之瑜已经查看完毕，慢慢起身。要么是知道自己被怀疑了，畏罪自杀，要么就是背后设计之人已经察觉事情败露，先一步出手灭了口。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个反应速度都太快了。云将军，看来你有必要好好肃清一遍府内上下了。多谢大师提醒，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到此为止，
只要还有一丝线索，我就会继续查下去。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将云夫人与眼妹之间的宿主关系解除。3日之后，刚好又是一个月圆之夜，我会在这3天做好准备。云将军，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在圆月之夜这天，叶之瑜按照约定再一次登门将军府，并且在云夫人的院子里设下了一个祭坛。云夫人，在仪式开始前，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希望您可以如实告诉我。云夫人听到这个问题，神色有些复杂。她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看起来像是为难，又像是忌讳。母亲，您的噩梦到底是什么？唉，这些噩梦每次都让我胆战心惊，因为我总是在梦里看见我儿与妻战死沙场，死无全尸。这就是眼妹这种妖的可怕之处，她对人的精神影响很深，能够挖掘出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事物，将其在梦境中展示出来，以此来吸食宿主的精神力，让他能更快地侵占宿主的身体躯壳。作为一个母亲，儿子云栖对她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人。梦到儿子出事，她的痛苦和恐惧可想而知。难怪之前云夫人怎么都不肯说出口，这种事情哪怕说出来一个字都会令人感到忌讳。并且眼妹的法术还会放大做梦之人的各种感官，让这种体验比身临其境还真实。不过还好这只眼妹尚未完全成型，现在有我在，一定会让云夫人彻底摆脱她。言毕，叶之瑜转身面向月亮，祭出法器，周身灵力流转，有风在袖间舞动，一层淡淡的光晕就这样出现在叶之瑜的轮廓外。云夫人，请屏气凝神，回想一些美好的记忆，静静等待就好。稳住云夫人的情绪后，叶之瑜缓缓闭上双眼。六合之间，四海之内，妖孽逆踪，一符寻迹。天圆地方，律令9章，无令下笔，万妖伏葬。叶之瑜朗声念诀，举起法器，将自己身上的灵力全部汇聚，化作一把没有刃的长剑，虚握在右手。他蓦然抬眸，清冷的眉目如画一般，淡色的瞳中闪过一抹寒芒。是，眼妹，你本是天地所化，自然而生，与你缔结契约强行催化，不是我的本意。对着这团已经有了灵识的雾气，叶之瑜启唇轻声道。雾团飘到叶之瑜身边，在他面前停住。我用自身修为护你10年修炼顺遂，现在你可以自行离去了。去吧。叶之瑜用手温柔地托起雾团，想要送他离开。然而雾团左右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叶之瑜的掌心，像是依偎一般贴住叶之瑜，竟是不想离去的意思。雾团似乎犹豫了一会儿，模仿着人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谢谢你为小眼解除了血迹，还给了我灵石和自由，不然等待我的就是被人类利用的命运。小眼，这是你的名字？契约已经缔结，小眼很喜欢你身上的气息，想继续守在你的身边。小眼晃了晃自己的身体，飘到了叶之瑜的肩头，请求道：从今天起，你就是小眼的主人，你把自己的修为送给小眼，小眼也会努力修炼保护你。可是我是人类，我这一辈子的寿命对于你们眼妹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并不值得。主人，小眼不在乎那些，求你不要赶我走，能跟在你身边就是我的心愿，对我来说很值得。主人，小眼能看出来你的灵魂来自意识，我能感受到你在意识的力量极为强大，在这个世界里，就让小眼跟在你身边，助你一臂之力吧。如你所见，我现在的灵力很微弱，而且发挥极其不稳定，跟在我身边，你怕是也会受影响的。若是见情形不好，你就赶紧离开吧。
这一切结束之后，叶之瑜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来到云妻和云夫人面前。云夫人和眼妹的血气已经解除了，不会有任何反噬，也不会对云夫人有任何的影响。今后二位可以放宽心了，云夫人的身体会恢复到从前，梦魇的状况也不会再有了。大师救了我的母亲和整个云家，这份大恩，云妻没齿难忘，请受在下一拜。交房殿内，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正慵懒地坐在高位上，珠帘后的一双凤眸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跪在台阶下的人。你可确定查探清楚了？凤无名体内的毒真的在慢慢消散？回太后的话，确实如此。这么说，替凤无名解毒的女子就是近日朝堂上提起的那位玄门高人。可知这女子究竟是什么来路？属下特意去查了，这女子名叫王小娥，身边总是带着2个孩子，一男一女，大概是双生子。奇怪的就是关于这个女子的身世，属下什么也查不到，就像是凭空出现在京城的一样。什么？这么说，哀家交给你的任务，你是半点也没有完成？太后娘娘息怒，属下自知办事不力，可这个女子实在是太过神秘，即便动用了我们能调动的所有的关系，都摸不清她的底，因为她的过去完全是一片空白。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王小娥和凤无名是什么关系？王小娥是自己接了榜，主动投名到摄政王府的。在此之前，二人大概是不认识的，因为属下发现摄政王自己好像也在调查王小娥的身世。哦，那就很有趣了。来人，去将哥哥请来，哀家有要事与他相谈。收到消息的沈成书立即赶来了交房殿。王小娥接榜投名摄政王府，无非就是为了名和利，他凤无名能给的，我们沈氏未必给不了。太后娘娘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拉拢这个王小娥，可是她只是一介女子，无非是会些医术和术法，我们谋定天下又不靠大夫和道士。一介女子？哥哥莫要忘了，哀家也是一介女子。嘿，太后这是说的哪里话？你怎么能拿自己与寻常女子相比？哥哥，你要知道，凤无名体内的毒已经被这个女子解得差不多了，那毒有多狠，你我难道还不清楚吗？凤无名中的毒，这天下能解之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你说这女子的能耐到底有多大？沈成书终于坐直了身体，面上也带了几分忌惮。他们如今能与凤无名抗争，这毒功不可没。可若是这毒被解了，他要拿什么才能制住凤无名？还有一点，王小娥是玄门中人，名誉传遍了整个朝廷，大小官员想要求他办事的数不胜数，全都要给摄政王府送拜帖。凤无名的根本目的，恐怕就是想拉帮结派，对付我们沈家。像王小娥这种人，若是不能为我们所用，那也绝不能任其留在凤无名身边，要么拉拢，要么就除掉。速速派千机门处理此事。王府内，叶之瑜正在为凤无名例行针灸治疗。凤无名像平常一样半靠在床上，一只手轻托下颌，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伸出来给叶之瑜诊脉。王小娥，你这是在作甚？王爷恕罪，民妇只是照常在为王爷解毒，请您明鉴，千万不要误会民妇。误会？那能不能解释一下你的爪子为什么越来越往下？
叶之瑜低着头，眼珠飞快地转动了一下，立即反应过来，无辜的道：王爷，您体内的毒已经入侵丹田，您一旦运功就会加重毒性，民妇这么做是为了稳住您的丹田。真是的，您想到哪里去了？当真如此？若是敢欺瞒本王，王小娥，下场你知道的。民妇不敢。正待凤无名准备开口再警告两句的时候，一道不寻常的气息突然在房间附近一闪而过。刹那间，凤无名与叶之瑜神情皆是一凛。这个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在偷窥。你会武功？瞧王爷这话，民妇一介女流，还带着2个孩子，若是没有功夫傍身，怕是早就被土匪杀害在半路，哪还能千里迢迢地赶到京城，有命给王爷治病呢？本王倒是越发好奇，你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王爷，现在该关心的该是前来偷听的探子，他能够越过外围守卫，证明不仅熟悉摄政王府的布局，轻功更是1等1的了得。这一次只是来偷听倒还好，下一次若是去厨房顺手下个毒，怕是这摄政王府上上下下都要往棺材里躺一躺了。他走到门口，打开房门，望着外面深寂的夜色，吐槽道：王府的侍卫到现在都还没反应过来，看来王爷还是得多调教调教手下的人。那探子应该是江湖上有名的高手，王府的侍卫大多是从军队调过来的，论轻功他们比不上那人，但要是正面迎战，那人绝对无法取胜。江湖上以轻功见长的高手也就那么几个，王爷是否有了头绪？你最近的风头太甚，应该是传到了那位的耳中。王爷，民妇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接受朝中大臣的邀请，可否请您派人照看小九和小凤团？本王会让叶璇带人守在你的小院外。至于那些邀约，你若是突然拒绝，他肯定会怀疑。挑着那些你感兴趣的，去走动走动。叶之瑜望着他的侧脸，柔声道了句好，心里却在想着跑路的事儿。能赚钱的日子已经不多喽，他得多接点活，毕竟养活2个吞金兽，再多的钱也是不够花的。交房殿，沈燕柳懒洋洋地躺在贵妃榻上，闭目听着下属的汇报。他倒是命好，吊着最后一口气，竟然还能寻到神医。看来是老天爷都想让他活着，可哀家偏要与天斗，偏要让他死。找个机会把王小娥的孩子抓来，哀家倒是要看看男人和孩子间他会做出怎样抉择。你们2个要乖乖待在家里，听玄叔叔说的话，不可以胡乱跑哦。要是表现得好，娘亲回来时给你们带醉听阁的芙蓉糕。娘，我会照顾好妹妹，你放心去吧。我会好好教妹妹下棋的。对着在门外巡逻，像是在模仿门神的叶璇点头示意。叶之瑜从袖口掏出了一沓符纸，这是我绘制的图纸，可以挡煞气，驱邪魅。你们出门在外完成任务，难免会遇到一些灵异事件，这也算是一个保障。他们很乖，但还是要麻烦你们多照顾一下。不敢，这是在下应尽的职责。叶璇向后退了一步，没有伸手去接。王爷吩咐过，要将公子小姐当作府上的小主子来对待，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还没给王姑娘送礼物呢，这样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让你收着就收着。一眼就看出叶璇和他那个鬼精的主子不一样，是个懂知恩图报的。叶之瑜直接抓过他的胳膊，把符纸塞了过去，不等人拒绝，就快步地离开了这里。身影快消失不见时，他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要是女主子有意见，让她来找我。叶璇握紧符纸，低头笑呵呵地自言自语道：王姑娘可真是个好人。叶之瑜坐着轿子来到了弘文学士王大人的府上，对方早就已经等候多时，见人来了连忙迎上去，态度很是恭敬。两人边走边聊，交谈间，叶之瑜的注意力落到门口用来镇宅的2头石狮子上。本该怒目圆睁，镇守家门的石狮子的眼睛被几片树叶挡住了。叶之瑜停下脚步，对着门房问道：这石狮你们可有每日打扫？回神医的话，正逢夏季，灰大，每日都有打扫。一般是某时便开始用清水擦拭，可是有何不妥？叶之瑜没有立刻回答门房，而是来到石狮子旁，用手指按了按石体。大人，您仔细瞧瞧，这石狮可有异样？道长的意思，莫不是我家的问题出在这镇宅的石狮上？可我什么都没瞧见呀。还望道长救救王家，此等恩情莫齿难忘。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大。说着，他灵力运转到指尖，将4片叶子摘了下来。失去了阵法的隐匿作用，叶子逐渐的在叶之瑜的手中显性。这是什么？普通的树叶，不过是被人施加了道术，常人看不见摸不着。好一个一叶闭目，看来是遇到道友了。道长，不然咱们先进去看看我那不争气的兄弟。最近啊，他沉迷那画中仙，滴水未进，我真怕他饿死过去。好。敢问这府邸是哪位高人的手笔？可否替在下引荐？钱不是问题。道长是觉得我家这风水不错？岂止是不错，哪怕是御史府和将军府都比不上王大人这府上的布置。那跛脚道人果然没有骗我。不对，是我眼光好，不枉费我花了超出市价2倍的价格买下这座宅院啊！那跛脚老道是自己找上门的，我压根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当时他上门乞讨，晚娘施舍了1碗粥和2个馒头，他便赖在了我们家门口。后来愣是让我们从庄宅衙人的手上买下了这屋子。那个时候呀，我刚入京，只听同僚讲过这价格太高，还以为是那跛脚老道恩将仇报，就把他骂了一顿，赶出去了。实在是罪过。也不知那位老道长会不会记恨我。他报了一饭之恩，你们的姻缘也就此斩断，记恨肯定是谈不上，不过往后相逢只是陌生人罢了。但这也怪不到你头上，毕竟王大人从未研习过堪舆之术，误以为自己被人骗了也是正常的。如果当时王大人把那位跛脚老道当作座上宾好生伺候，或许今日的官职可就不是从五品了，只能说是时也命也。在管家的指引下，叶之瑜来到了王家二郎所在的厢房，站在院子里看着在地上摆放着的各色牡丹，叶之瑜眼波流转，笑道：王大人，想不到你府上竟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啊！这满院的牡丹开得极盛，香气浓郁，摇曳生姿，怕是皇宫里经营此道多年的花奴都比不上这一手的栽培技术。这里随便一株牡丹拿去藏真阁拍卖，那都是价值100金。怪不得如此大手笔的请我来看病，原是有收入的门道啊！啊，这些花花草草竟然这么值钱？瞧着叶之瑜脸上的笑容退却，他还以为是哑奴说错了话，赶忙圆场道：道长，哑奴平时很少和人接触，
要是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无碍，和他没关系。看来令弟的病情不止与邪祟有关系，还扯上了山间精怪。什么？怎会如此啊？我王家可从来都没有干过伤天害理之事啊！王大人不必惊慌，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人这一生做过任何亏心事，都有踪迹可循。入府之前，我就开天眼看过，令弟院子上方并没有邪气笼罩，可见并不是穷凶极恶之妖邪。那如果不是坏妖，为何我弟弟短短数日便不再进食，看上去生机难显？会不会是道长看疏忽了眼？不如再瞧一瞧。瞧就不用再瞧了，这妖邪只是没有妄造杀孽，但自古以来人妖殊途，若是人与妖待久了，妖气会浸染人体，耗损精气。哪怕这个妖怪并无歹意，但就像是3岁稚童火烧蚁穴，是无心之为，可对蚂蚁而言却是灭顶之灾。现在令弟就如同这黑蚁，不过这火烧到了何等地步，还需要和他见上一面方能知晓。您可知这些花是何人赠与令弟的？我们家呀，一向是我主外，婉娘主内。这些花是从哪里寻来的，我还真不知道。不如我派人去问问婉娘，或许她那儿会有点线索。这2年呀，为了仕途，我每日都忙着和同僚、上司打交道，无暇顾及家里太多。多亏婉娘操持这个家。夫人过来应该还有一些时间，不然我先进去看一看令弟的情况。推开大门，叶之瑜的眼睛一眯。烈日当空，外界艳阳高照，房间里却是昏暗无比。所有可以漏光的位置都被包裹上了厚厚的布料，杜绝了阳光的照射，可以用来照明的唯有一盏小油灯。叶之瑜反手将门关上，一步步朝着内室走去。小姐是上门来治病的吧？之前都已经来过好几位名医了，都没有看出什么门道。依我看，我的身体好得不得了，就是哥哥嫂子担心过了。我都已经习惯，若是身体真的出了什么状况，哪里会不晓得？不然小姐你出去帮我说说好话啊，让他们歇了替我看病的心思吧。叶之瑜转身看着坐在书桌前端的一副翩翩公子模样的青年男子，表情很是慎重。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开天眼呢？这灵气啊，是用一分少一分，到时候又得去占凤无名的便宜，真是头疼。他转过身，终于看清楚了整个房间的真容。他原本以为的床竟然是书桌，上面摆放的被褥、玉枕则是宣纸、砚台，而他最初看到的男人和书桌，现在则变成了床和虚弱的男人。竟然还会幻术，看来也是一个有机缘的。现在又何必缠着一个凡间男子不放，毁了自己的因果？人妖殊途，你若是现在愿意离开，永居深山老林，我还可以放你一马。以你现在的道行，再清修100年，未必不能修成正果。不可以，蓉儿，你别怕，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我一定会保护好你。说着，他就从床上滚了下来。我去，你这家伙怎么还碰瓷儿呢？就在叶之瑜思索间，王允之已经一手抱花盆，爬出了半米的距离。他喃喃自语道：我没有生病，我只是想要和蓉儿长相厮守，我又没有伤害别人，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想要拆散我们？蓉儿没事儿，家里容不下我们的话，我们就去天涯海角流浪，那天下之大，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对吧？到了现在还不打算告诉他真相，你打算等到什么时候？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叶之瑜出声，问话的对象却不是王允之。
他径直走上前去，蹲在了王允之的跟前。要干什么？我警告你，你要是敢伤害蓉儿，我绝对让你以命抵命。你担心他，还不如多担心自己。你难道没发现自己快死了吗？你的精气在不断的外泄，如果再不加以治疗，恐怕不足5日便会断气。到时你和你口中的蓉儿，并不是人妖殊途，而是妖鬼殊途了。真搞不懂你们这类人是怎么想的，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了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蓉儿姑娘，出来吧，你现在应该也看出来，我不是个坏人。不要，不要，听听这个坏女人的话，她就是个骗子，把你骗出来之后，就要对你赶尽杀绝。在王允之的鬼哭狼嚎中，原本平平无奇的牡丹花突然溢出了阵阵花香，花粉飘在了空气中，很快就凝成了人形。女子身着一袭红裙，鬓上插着几朵妖艳的大红花，极尽浓烈的色彩，却没有半分俗气。你这傻子，何苦为了我舍了这一世的荣华富贵？为了你，自然是值得的。如果一直服用这样的丹药，是不是就不用和蓉儿分离？咱们现在是走流程呢，还是直接到最后一步？敢问姑娘，这两者有何区别？之前允之兄长请来的道长，连幻象都看不破，也没展示过别的花样。这走流程的时间会久一点，先是我把你逼出原形，然后你我大战300回合，最后你棋差一招被我压制，在死和离开中做出一个选择，我再出手救治王公子。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一步到位呢，就比较快了。你回到你的本体上，我带着你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重新栽种，从此之后你和他不复相见，彻底斩断这段孽缘。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别答应他！你们这群道士都是一丘之貉，嘴上说着悲天悯人、众生平等，实际上却是猪狗不如。蓉儿明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就因为她不是人，你们就非要杀她，她又有什么错？姑娘请放心，屋内的声音外界听不到。叶之瑜摸着下巴，坐到了房间正中央的椅子上，想了想，开口说道：我想你可能理解错了。你又有什么好狡辩的？我的意思是，我们道士信奉的是斩妖除魔、替天行道，悲天悯人、仁爱万物和我们无关。你认识的那些可能都是假道士。滚出去，把我大哥喊进来。你确定？王大人可是恨毒了残害他弟弟的妖物。你猜，当他知道你只有5天可活时，是会听你的话放蓉儿姑娘一马，还是请求我出手彻底斩断孽缘呢？其实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不如你们说一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非常老套的故事，光是茶楼的说书先生就能讲上10几个版本。哎呀，你们这样真是让我很难办啊。姑娘，你看起来是有大能耐的，请你救救我和蓉儿吧。你求我没用，你从始至终问过蓉儿姑娘的意愿吗？她辛辛苦苦修炼100年，本该潜心苦修，好修成正果。被你救了2次，你爱上了她，把她强行留在你身边。你以为自己为了和蓉儿姑娘在一起，不惜自己生死的爱很伟大，可你替蓉儿姑娘考虑过吗？平白无故的沾染了一条人命，明明有补救的措施，你却拖着她不肯放手。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是爱她呢，还是在爱自己幻想中忠贞不渝的爱情呢？话音落下，看着蓉儿脸上闪过的一抹慌乱，叶之瑜心下已经了然。有的爱情双向奔赴，而有的爱情则是一厢情愿。蓉儿，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不是的，允之，你听我解释。别，你让我先冷静一下。
想和这位免贵姓王，全名王小娥，主营业务呢有驱邪、看相，还有治病，价格公道，童叟无欺，现居摄政王府，只要价钱到位，什么买卖都做，无论是疑难杂症还是魑魅魍魉，找我解决都不是问题。我想和这位王姑娘单独聊一聊，你先出去吧。云芝，你心里是不是在怨我？蓉儿抬手擦泪，欲言又止，但她最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麻烦叶之瑜将她的本体搬了出去。屋外，王大人和王夫人翘首以盼，看到叶之瑜出来了，还以为事情已经解决，连忙激动地迎上去问道：王道长，我那不成器的弟弟怎么样了？问题有些严重，还需要再看一看。令弟的身体状况堪忧，我需要好好思考一下，如何驱除邪祟，让令弟早日恢复原样。真的是妖邪，可是那妖怪迷惑了阿弟的心智。我只能说这事很难评，实情和你们想的不太一样，不过这个嘛，咱们以后再说。麻烦您跑这一趟了。长嫂为母，这些都是我该做的。重新回到房间，叶之瑜也不啰嗦，说吧，你想和我讲什么？服下回春丹，王允之已经能够自己坐起来，那张苍白的脸上也开始透出点点红晕。王姑娘，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不是骗我的吧？那些自然是真的。从古至今，除了已经堕落成妖怪的鬼怪，其他的精怪修行，求的无非是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而得道成仙的第一步，便是不造杀孽。如果你是个坏人，那么他杀了你，还能得到功德，偏偏你并不是。而且因为王家行善积德，你作为王家人，自然也获利了一部分。哪怕你不是死于他之手，终究还是因他而死，那么这一份因果便会算在他的身上。普通妖怪修仙要经历5雷劫，若是撑下来了，便能实力大增，离成仙之路更进一步。而这雷劫的威力，则是看妖怪100年间的因果。所以如果我死了，那么蓉儿的下一场雷霆就会很难度过去。没错，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妖殊途，不仅是对人的限制，也是对于妖的限制。但你说的没有错，我自以为是的深情，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他那一日打斗受了伤，至今都没有恢复，四面后山肯定是回不去，不知姑娘是否能够帮忙选个好地方安置他。我手下还有一些大家书画，放在外面也是有价无市，至少能够卖个1000斤，不够多，但是姑娘愿意帮忙，我愿意立下字据，行吗？他又没有做错什么，是我一直缠着他不放。他应该早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也是时候该分开了。哎，王姑娘，你这是怎么了？王允之正说着，突然就看到叶之瑜面色一变，有些烦闷地捂住了胸口。无妨，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今天就带他离开。你的身子已经快要遭不住了，再不好好养护，只怕会落了病根。好，那就劳烦姑娘了。放心，我会给他找个钟灵毓秀的好地方，说不定啊，你们来世还有缘再见呢。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给王允之调理身体的药方。叶之瑜宽慰了2句，紧接着就将方子交给了在门外苦等的王大人。邪祟已除，按照这药方，每日熬制1壶，分3次服下，大约半月便能养回精气。平日让病人多走动，锻炼身体，有助加快病情恢复。然后这些花和邪祟有点关系，我需要带走处理，不知王大人可有异议？道长尽管带走，我完全没有问题。王夫人张了张嘴，看上去像是有话说，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叶之瑜却没有心思细究。
他干脆地拒绝了王大人留下来吃饭的邀请，抱着花妖的本体就上了马车。车内看着幻化成人形独自唾弃的花妖，叶之瑜默默地递过去手帕。事已至此，哭也没用。女人嘛，最重要的就是搞事业，男人啊也就那样。啊，可我只想常伴允之左右。可是你又不想因为自己而害得王允之身死，所以撤去了幻术，希望王大人可以找到高人救他。你就不害怕遇到真有本事的，直接将你打杀？而且你是妖，想跑，他还能拦得住你吗？我没有想那么多，不跑是因为我害怕允之到处找我，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要是再折腾的话，很有可能会一命呜呼。而且每次一看到他，我就舍不得说那些残忍的话。我真的有办法可以让他从妖变成人。什么？嘿嘿，吸收了主人的修为，最近小野脑子里面多了好多知识。我本来打算告诉主人的，但是还没有整理好，打算过几天再讲。摄政王府叶之瑜的小院，一场单方面的屠杀正在持续着。小九拉着小凤团躲在房间里，透过从窗户挖出来的一个小洞，查看着外界的形势。哥哥，我好害怕，娘亲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我们会不会被外面的坏人给杀死呀？没事的，妹妹，哥哥一定会保护好你。院子里原本跟着叶璇一起护卫2个孩子的侍卫已经全部战死，唯有叶璇手持一柄重剑，死死地守卫在房门前。看着逐步向他靠近的蒙面人，他生生地咽下了从喉咙涌出的鲜血，沉声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竟敢擅闯摄政王府？难道就不怕被抓住后诛九族吗？我们敢来就不怕被抓。哼，不愧是夜幕的成员，竟然能坚守到如此程度。不过也只能到如此了。话音刚落，他们就朝着叶璇冲了过去，呈围攻之势。刀光剑影中，叶璇的脸色越发的冷峻，身受重伤还要以一敌十。哪怕作为夜幕组织顶尖高手，叶璇还是在众人的合击中负伤。右边的肩胛骨被一剑穿透，黑色的衣料直接被鲜血弄湿，粘在了皮肤上。哪怕如此，叶璇也依旧沉稳地应对着面前的各种武器。你注定护不了里头的人，束手就擒，我们还能给你个痛快。做梦！除非从我的尸体上挂过去，不然你们别想带走他们。大哥哥好可怜，那群坏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别看，不能看。乖，还记得我们怎么玩躲猫猫的吗？你去藏起来，等哥哥找你好不好？不要，哥哥，我不会抛下你的，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妹妹，听话。不要不要，我也想要保护你。哟，不吵不闹，该不会是2个小傻子吧？长得倒是挺可爱的，一想到这么可爱的孩子等一下就要被干掉，真是造孽呀。行了行了，抓紧时间赶紧撤，要是碰到凤无名回来就麻烦了。小兔崽子，你想死是不是？蠢货，他还是一个孩子，你把他打死怎么交差？可这小兔崽子也太欠揍了，居然使阴招。哎呀，反正总归是要死的，早死晚死也没差别。那你动手吧，到时候自己跟主上交代。我没事。感受到妹妹的焦虑，小九扭过头，对着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用唇语安抚着。在蒙面人离开的半个时辰后，叶之瑜回到了摄政王府，看着门口正在值守的护卫，叶之瑜心中无法安定，依旧惴惴不安。他对门房问道：今日可有什么人来过？并无。
可是有什么贵客需要接待？没事。叶之瑜深陷了一口气，抱着牡丹花盆一路小跑着回到了西厢。就在这时，花妖出现在了叶之瑜身旁，他鼻头微皱，开口说道：这里有好重的血腥味，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叶之瑜发出了一声惊呼，立刻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却是满地的尸体，血液染红了整块土地，看上去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激战。小九、小凤团，你们在哪里？娘亲回来了。只可惜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有一个活人的气息，但应该不是你要找的人。躺在门口的那个男人还没死，或许从他的口中我们能够得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还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但是这口气也快没了。对，只有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先救一下他。叶之瑜拿到了卦象。怎么会这样？是太后，是她绑走了小九和小凤团，该死的疯女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凤无名也是刚刚回府，从下人口中得知叶之瑜着急忙慌地回到了西厢，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也赶了过来。是谁干的？是太后，她派人杀了你的手下，还绑走了小九跟小凤团。凤无名，就当我求你了，一定要将他们救回来。你有什么证据？我会算卦，卦象显示他们在东南方有水处。而且你忘了吗？那天躲在你房门外偷听的人，就是太后派来的。凤无名，你是摄政王，大权在握，整个皇宫除了小皇帝外，只剩你这个唯一的血脉。如果太后想要辟禁司臣，垂帘听政，必须要把你除掉。你身上中的毒也一定是他下的，他为了不让我救你，就绑架了小九他们，一定是因为这样。皇宫交房殿，沈燕柳右手抵着下巴，居高临下的看着被绳子捆绑住的一男一女，红唇微勾。你们两个就是王小娥的儿女？呸！果然是冲着娘亲来的，你这个坏女人，到底想要做什么？我告诉你，别想拿着我们威胁娘亲，我们是绝对不会屈服的。嘴巴倒是挺犟，就是不知道这细皮嫩肉的经不经得住收拾。哼，你有本事就杀了我，我才不怕死呢。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才几岁大的孩子，真是牙尖嘴利。我牙尖嘴利也好过你蛇蝎心肠，草菅人命。你一个大人还真是不知道羞耻，对着一个小孩子出手。江湖上的规矩，不可殃及家人。你难道就不怕有朝一日别人也为了对付你而绑架你的亲人吗？你这个小家伙倒是长得挺乖巧，怪不得王小娥如珍如宝的宠着。哀家倒是真的好奇，如果你们死了，你们的娘亲能拿哀家怎么办？淑华，快过来瞧瞧，这孩子的五官是不是跟凤无名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回娘娘的话，还真是，就像是缩小版的王爷，说不定王爷以后的孩子都没这么像。怪不得他这么护着，原来是有这么一层关系在。看来这回让千金门的人出手，还真是做对了。现在哀家改变主意了，可不能让这两个小家伙这么轻易的死掉。先把他们送到庄子上好生养着，必要的时候可做筹码。男人一手拎着一个孩子，快步离开了交房殿。与此同时，一道尖细的嗓音响起：皇上驾到！这里是皇宫。你可以试试呼救，看有没有人来救你。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摄政王府，叶之瑜看着一言不发的凤无名，深吸了一口气，心一寸寸地沉到了谷底。
他没有再苦苦哀求，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开始收拾东西。你要做什么？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你不愿意正面和太后起冲突，我也可以理解，所以我没有再逼你，也请你不要阻止我做的决定，可以吗？你，本王什么时候说不救人了？那你打算等到什么时候？本王会派夜幕的人在各处打探。沈燕柳心思缜密，如果只是为了以孩子为要挟拿捏你的话，势必不会藏在宫中。那么最后可能的便是他把人送到郊外的庄子上。只要封锁了各处道路，不难找到孩子们，你就别乱操心了。真的？本王言出必行，何时骗过人？拜托你了，我真的不能失去小九和小凤团。如果可以救回他们的话，我可以把我的钱都给你。本王看起来很缺钱。送走凤无名后，他又拿出了龟甲，推演孩子们的安危。不幸中的万幸，结果是吉。现在他也只能寄希望于孩子们在太后手上可以化险为夷，吉人自有天相。见房间里没别人，花妖又现出了原形，坐在叶之瑜旁边。你还好吗？太后为什么要抓走你的孩子呀？因为她不希望看到凤无名好起来，而我这个能够治疗他体内奇毒，帮凤无名续命的存在，就成了他老人家的眼中钉，肉中刺。书房内，凤无名的面色阴沉的仿佛能够凝结出水来。在他的对面，则是单膝跪在地上的夜幕首领及成员。长相看起来憨厚老实的大汉告罪道：让外人闯入王府，杀害侍卫，劫走王姑娘的家眷，是我等失职，还请主上降罪。这件事情先放到一边，到时戒律堂会慢慢跟你们清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2个孩子，懂？找到了。叶天看着信条上的内容，一直板着的脸上出现了一抹轻松的笑容。他长舒了一口气，立刻转身朝着书房走去。13已经找到了人，现在该怎么办？本王跟你们一起去。主上。京城50里外的一处别院内，小九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别杀我，我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做，太后娘娘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刀剑碰撞声、呼救声、求饶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听得人汗毛竖立。大约是半盏茶的时间，外面的所有声音都安静了下来。就在小九纠结着自己要不要冒险去门口查看情况时，房门被推开，外界的光照亮房间，将黑暗冲散。走吧，我带你们回家。你可以教我武功吗？哦，为什么？因为我想要保护娘亲和妹妹，可以吗？本王现在毒素入骨，大部分时候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人。你确定要跟本王学？你这是拒绝我吗？这一看就是和某人学的。哈哈哈，也不是不能教你，但本王可是很严厉的。你要是坚持不下来，怎么办？不会坚持不下来的。只要是为了娘亲和妹妹，就算再苦再累，我都不会放弃。好。摄政王府，从凤无名离开后，叶之瑜就待在大门口翘首以盼。马车停下，他几乎是飞奔着跑了过去，开口第一句便是：小九、小凤团，你们在吗？娘亲，我们都在，毫发无损呢。乖，小心点，别摔着了。他被千机门的人下了药，本王让老九检查过了，无碍。麻烦王爷了。不用，走吧。人是在王府被劫走的，本王也有一定的责任。王爷的救命之恩，民妇没齿难忘。
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民妇做的，定万死不辞。早点休息。留下4个字，他便转身离开。好。王爷可是有心事？王爷，大事儿不好啦！王姑娘要走，我们也不敢阻拦。王爷，该怎么办啊？什么？瞳孔猛地收缩，凤无名甩下笔，大步流星地朝着西厢的方向走去。怎么个情况？我也不知道啊。我去西厢那边本来是打算问问王姑娘医术上的事儿，结果刚进门呢，就看见她在收拾行李，我就赶忙跑过来告诉王爷了。这待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啊？王爷的毒不是还没清理干净吗？王姑娘可不能离开。3个人急匆匆地赶到西厢，刚好看到叶之瑜一手拉着一个往大门走。你要去哪儿？本王让你好好休息，不是让你连夜逃跑。你脑子在想什么？王爷，现在这情况，民妇再待在王府就是个活靶子，您就当个善人，放过我们孤儿寡母吧。我们已经入了太后的眼，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要是不尽快离开，恐怕会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我只是想要挣点钱，好养大孩子，可挣了钱也得有命花不是？所以，求求您放过我们吧。我会保护你们。可以后你们住进我的院子来，只要有本王在，就没人能伤害到你们。你给本王治病，本王还可以给你加钱。多少？我也不是那么物质的人，只是我觉得王爷是个好人，如果英年早逝的话，也挺可惜的。小凤团仰着头看着叶之瑜，一脸懵懂的朝着小九问道：哥哥，我们还走不走啊？应该是不用走了吧，反正跟着娘亲就对了。他挺想要跟凤无名学武，但要是娘亲想走，他也不会劝。最终叶之瑜的逃跑计划在凤无名的保护和金钱腐蚀下宣告失败。花妖蓉儿从角落里冒了出来，凑到了叶之瑜身边，笃定地说道：你是故意的。细说。喝着茶水润喉，叶之瑜淡定自若地开口：你都没有把我带走，还有那些银票都被你藏在了床下面。你视财如命，要是真的想走，怎么可能还把东西留在这里？既然王府这么的危险，为什么不直接选择离开，还要继续留着？王府危险，外面就不危险吗？你该不会以为我只要离开，皇宫里的那一位就会放过我跟孩子吧？哼，自古久居高位者，从来都不把底层人的命看作是命，哪怕是我想要逃离这个漩涡，远离他们之间的争斗，太后也绝对不会放过我。从我给凤无名续命的那一天起，他和我之间就只能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向敌人投诚，等凤无名真的死了，那我也离死不远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的演这出戏？要是凤无名真的放你走呢？普天之下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够解他身上的毒呢？至于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当然是要让凤无名有急迫感，不逼他一把，他又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地充当我和孩子的羽翼？啊，果然不能跟你们人类玩心呀，根本就玩不过。放宽心，我又不会伤害你。学医的没有坏人。王姑娘，你可真是个好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摄政王府一片寂静祥和，皇宫内的交房殿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欺人太甚！太后娘娘，接下来该怎么办？下一秒，摆放着应季花卉的前朝花瓶就砸在了他的头上。没用的废物！
辛辛苦苦培养了你们这么久，这就是你们给哀家看到的成效。被凤无名麾下的叶幕杀得片甲不留，还敢进宫来禀报，哀家恨不得把你们全都杀了。他的脾性手下人都知道，是个从来都不会念及旧情的主。闻言，下属激起了一身冷汗，连连求饶。哀家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要么杀了那个王小娥，要么从今往后江湖上再也没有千金门的存在。是。发了这一通怒火，沈燕流遣退了所有的宫婢，唯独留下最信任的大宫女。凤无名一定是在哀家的身边安插了探子，否则绝对不会认定是哀家动的手。给哀家去查，叛徒株连九族。第二日清晨，刚用完早膳，王府的下人便将叶之于屋内的装饰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凤无名所在的小院。这个词有什么含义？你们两个小家伙眼里都快没有娘亲了。才不会呢，娘亲永远是娘亲。今夜是正月15吗？是啊，怎么了？你怎么回事？还好吗？还是哪里痛？怎么会这样？扎针方式也没有错啊。对不住了，事急从权，还请王爷体谅。滚出去！凤无名从牙缝里吐出几个字，已然是他的极限了。但叶之于充耳不闻，他耐心地灼烧着银针，下手又快又准。几针下去，但他并未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出去！没事就好。凤无名缓缓起身，他低下头，看到自己一丝不挂，耳朵泛起红晕，恼羞成怒般。王小娥，民女是为了给王爷治病，王爷还打算隐瞒到什么地步？本王不太懂。王爷可不要过于讳疾忌医，这可不是一个病人该做的。凤无名面色严肃。你可知这会死？唉，京城早就知道民妇是王爷的主治大夫，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民妇也是插翅难飞啊。火毒，本王身中火毒，此毒几乎无解，而中毒者每当月圆之夜，便会如同坠入冰窖。本王的腿疾就是这么来的。王小娥，民妇之前听神医谷的花娘提过，若要解毒，必须有天生雪莲作为药引。看样子府中应该是没有这种珍稀的药材。无妨。虽说没办法彻底根治，但我也一定会尽力保住王爷的性命。哼，若是实在无法救治，你要提前告知本王离开的时期。叶之于听出了凤无名是在嘲讽自己，先前打算弃船逃跑的行为，大大方方地收下全部嘲讽，叮嘱了几个注意事项就转身离去。何事？刚在凤无名书房看到你的信，趁人不注意，拿了信就巴巴的给你送过来。娘亲，娘亲，我们回来了。娘亲，花姨给我们写信了。对呀，询问我们过得怎么样，再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去。娘亲，花姨有没有问我？当然提到了，花姨说种下的桃子快成熟了，说要不要留几个放在冰窖里面，等着你们回去吃呢。娘亲，你也一定要说，我非常的想她。最后，叶之于把一个有些鼓鼓囊囊的包裹递给蓉儿，让她赶紧将这封信送回到神医谷。当天晚上，叶之于按照惯例敲开了凤无名的房门，准备坐在椅子上看对方如何别扭。凤无名这次倒是非常坦然地坐在贵妃榻上。王爷可是准备好了？这次就不用点穴了。王爷可考虑好了？
见凤无名心意已决，叶之瑜抽出银针扎在几处穴位上，小手又在凤无名身上游走，手下的身体因为疼痛而紧绷，越发清晰感知肌肉下面蕴含的巨大力量。每一个肌肉，每一处骨骼，以及每一处线条都恰好无比。国师听闻了你的名声，打算见你一面。民妇只不过是一乡下妇人，何德何能去面见国师？国师这人性情温和，不会随意为难你。王爷，民妇有一事相求，要是有何变故，希望王爷能护住民妇的2个孩子。出去。银针还没拔下来。本王让你出去。叶之瑜讪讪地收回手，看了凤无名一眼，转身离开。真不知道凤无名这时候到底是发什么疯，难道是体内的毒素没办法相互压制了？叶之瑜离开后不久，宫里的老太医就被凤无名的贴身侍卫请到了房间。老太医小心翼翼地拔掉凤无名身上的银针，谴责不尽职的同人。常言道，医者父母心，到底是哪位大夫竟然如此不尽责，把银针留在病人身上就跑了？给本王住嘴！王爷可不能太过于仁慈了，这种头人留在世上是个祸害。他这个人很不错。凤无名忽然想到叶之瑜的脸，出声为他辩解。老太医哑然，收拾好东西，带着对同人的谴责离开。次日，凤无名带着叶之瑜一同上朝，朝中有不少人都认识叶之瑜的这张脸，热情冲他打招呼，一口一个大师喊着。叶之瑜表面笑眯眯回应了所有人，实则内心欲哭无泪。本王早就提醒过你。王爷，这次是真的要见吗？本王可以帮你挡一时，但不能挡你一世。想必国师只是好奇，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其他的由本王安排。王爷，若民妇有什么事情，您可一定要护住2个孩子。既来之，则安之。叶之瑜离去，大殿里面跑出一个拿着拂尘的太监，面对百官而立。陛下龙体抱恙，今日早朝由太后暂代。叶之瑜来到了一处湖心小院，湖心小院被打理得极为精致，一花一木皆具灵性。上来吧，你就是最近京城里颇负盛名的大师，哼，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承蒙大家厚爱，我也只不过是会点雕虫小技，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班门弄斧。以用雕虫小技将自己的来往过去隐藏的不留痕迹，也非泛泛之辈，何必如此自谦呢？国师果真慧眼如炬，民妇自叹不如。你也不用一口一个民妇，真要论起来，我也该尊称你一声王妃。民妇实在是事出有因，民妇知罪，但请国师庇佑质子，毕竟小孩无辜。站在外面说话不方便，进来坐下吧。叶之瑜擦了下手心的汗水，掀开帷幔走进去。这是今年的雨前龙井，你会下棋吗？会一些。我并不喜好杀戮，你也不用担心。那么，专程把他叫过来，又是为了什么？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在见到你之前，我一直非常好奇，哪种女子能做出这种选择？毕竟从来没有人能够私带皇室血脉出逃。我很少见到过像你这样的女子，不知你可否愿意拜我为师？精通医术，同样也精通风水玄学，
加上人也聪慧，叶之瑜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可塑之才。叶之瑜摇头，多谢国师厚爱，但一图不拜二师。果然缘分如此。叶之瑜跟着凤无名安排的人来宫外走廊，略行几步就看见前面一架马车。凤无名穿着朝服伫立车旁，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先回去再说。等马车晃晃悠悠出了宫，凤无名才终于找到机会询问：国师到底有什么事情？哎呀，以后再也不能随便给别人算卦了。本王之前就提醒过你，不要太过于揽事，偏偏你仗着雕虫小技就开始得意忘形。幸好这次有国师提醒，不然以后犯下大错也未可知。本王说过会好好庇护你和孩子，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回到府中，叶之瑜来到厢房，看到2个小团子正跟着几个贴身侍卫在放风筝。小凤团坐在秋千上面，不停地拍手叫好。小九也终于露出了几分孩子气，时不时地跟妹妹说上几句话。娘亲，你今天到底去什么地方了？我非常想你。厨房里面的张妈妈给我留了几份点心，我可是特意留下来给娘亲的。娘亲，今天我学会了一套剑法，现在我就表演给你看。叶之瑜跟着之前一样，敞开凤无名的房门，把银针一一摆放在桌上。哎，王爷，你为什么要脱衣服啊？不需要。之前都是脱下衣服的。叶之瑜一阵摇头。王爷，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我刚才说的话？怎么这个毒素还会往脑子里面跑啊？你刚才告诉了什么？本王可是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民妇说，王爷的病已经初见成效，治疗手段必须有所改变。凤无名面无表情地重新把衣服穿好。叶之瑜用银针扎住几处重要穴位，伸手在几处穴位上推拿。叶之瑜会意，将手放在凤无名丹田处。王爷可是说缺失了这个步骤？民妇刚才就说过，王爷目前的情况大好，治疗手段也需要有所改变，所以王爷是没有认真的听医嘱。看来你的医术不错。多谢王爷厚爱。出去。这可不行，王爷身上的毒素减了一半，若需根治，还需要药引。若是不能根治，可否缓解？神医谷刚好就有天山雪莲，我已写信一封，让人尽快送来。但本王不会强求，也不会怪罪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女这次可是欠了大人情，王爷你可不能吝啬诊金。好在我不贪财，只在原来价格的基础上增加60%。堂堂一个王府，不会连买药的诊金都拿不出来吧？出去。王爷，那么这诊金的事情……本王说了让你出去。凤无名捏紧拳头。诊金会有人送上的。叶之瑜见好就收，离开之前还端走了桌子上那一盆新鲜欲滴的海棠果。小凤团和小九十分喜爱这酸酸甜甜的水果，已然分了几个。小凤团跑到叶之瑜面前，将海棠果举到叶之瑜的嘴边。娘亲，这个是最大最甜的。哼，最大不一定代表最甜，尝尝我这个。小凤团的体温还是过高。娘亲，是不是我的才是最甜的？娘亲，剩下的海棠果，我想拿给厨房的王嬷嬷帮忙做成点心。叶之瑜笑着揉了揉他们的头，看着2个小团子蹦蹦跳跳地往外走去，旁边的花枝颤抖2下，风尘仆仆的蓉儿出现在叶之瑜身边，
怀中抱着一个大大的木盒子，背上还背了2个大大的包袱。我把天山雪莲带回来了，这些都是花娘送过来的礼物，专门让我好好带着。辛苦你来回一趟，这符有聚灵的效果。多谢，下次有这种事情可一定要叫我。你先去休息吧。蓉儿忙不迭点头，拿着聚灵符找了处朝阳的树枝就消失了。没多久，王府管家带了好几个大箱子出现在叶之瑜的面前。这些箱子齐刷刷地打开，金银珠宝的光芒让叶之瑜差点睁不开眼睛。王大夫还真是够忙的，这些日子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可不就是，多谢王爷体恤民女。什么时候可以救治？还需要一味药引紫车盒，刚好我预定的药材今天就会送到，不知王爷可否愿跟民女一道前去取药？本王让人套车，等下会让人过来请你。他说完这句话，拂袖离去，留下有些诧异的叶之瑜在原地愣神儿。走出院子，身边幕僚上前建议：王爷，您在这个节骨眼出去实在是太过危险了，要不安排人把药引送过来，或者说是我们多安排一些人跟着一起出去。不必，本王可不能把把柄送到太后那个女人手上。王小娥，你给本王过来。王爷，民女在这边就可以了，不用上前。好。叔叔，我们就不过来了，你的腿不太好，我们怕过来挤着你。小凤团捏起小拳头，甜甜说道。小九也跟着点头。凤无名哑然不做言语。马车很快就到了一处医馆，叶之瑜从大夫的手中接过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盒子，将2个小团子托付给大夫，带着凤无名去后院的房间。这是海棠果做的点心，如果等下疼就吃这点心。粉雕玉琢的小脸上满是关心。凤无名点头，跟在叶之瑜身后进了房间。叶之瑜指着房间中一个冒着热气的浴桶：王小娥，你不背过身吗？服下。凤无名接过药丸吞咽。王爷身上的毒素差不多清了，接下来的几天只需要泡药浴就可以缓解。药浴的方子我已经交给了大夫，他们会配置好，直接出入王府。王小娥，你怎么了？只是有一点疲倦，不碍事。叶之瑜挥了挥手，表示自己没有问题。他又一次站起来，这一次是真的晕了。凤无名看着晕倒在怀中的叶之瑜，整理好衣服，叫来守在外面的人回到了王府。管家又把老太医从家里叫了出来。老太医背着药箱，哆哆嗦嗦地坐在叶之瑜面前把脉。如何？只不过是因为气血亏损，这一段时间一定要好好的休养，才能将失去的气血补回来。凤无名让人下去煎药，捏着从叶之瑜怀中掉出来的瓶子。凤无名一眼就认出了瓶子里面装的是血液，再结合老太医刚才所讲的话，不免有所联想。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乡下妇人，难道你还想凭借着救命之恩，让本王娶你过门？王爷，你可是答应过答应保民女的王爷，民女可以离开，带着2个孩子跑得远远的，绝对不会再让别人发现。本王信守承诺，你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他说完这句话转身离去。王爷，只要能够保住性命，
民女什么都愿意做的。接下来的日子里，叶之瑜在病好之后主动过去找凤无名。你需要什么赏赐？真的可以吗？一些黄白之物，你用不着如此开心。我就知道王爷是个知恩图报的人。那，这是准备好的清单。这些都是？自然，当初接榜之时就说好了的10万黄金，王爷不会是想赖账吧？本王一诺万金，自然不会食言。那这些又是什么？你想要的赏赐？胃口倒是不小。王爷身上的毒素沉积已久，就算尽数拔除，对根基的修复却不能急于一时。我这单子上好些药材都是要留着给王爷准备温养药物的。还是说王爷最近手头不宽裕？哎呀，大家都这么熟了，王爷要是有难处，民女就是再多等些时日也是无妨的。为了本王？这朱砂玉符也是给本王准备的？这王爷身上毒性已解，只待几日过后除尽余毒，便是大功告成。王爷家大业大，自然不缺这些物事，可民女还得带着2个孩子讨生活呢，自然是要处处精打细算。你倒是勤俭持家啊！多谢王爷夸奖。这天清晨，叶之瑜只觉怀中异样，迷迷糊糊睁开眼，却见小九一脸歉然。娘亲，吵醒你了。不碍事。王爷说神医您临行前有好些东西需要准备，这才差遣了我过来给姑娘打下手。王爷一早就交代下来了，只是姑娘这单子上的东西类项繁杂，又不知道姑娘有无什么仔细要求，这才耽搁到今天。哼，嘴巴那么凶，办事倒是牢靠。娘亲，我们这是去哪呀？今天带你们出去玩，开不开心？要的东西杂了点，不知您这儿全不全？哼，恕小的愚笨，您这上面列的东西啊，我听都没听。不妨事，你家掌柜的可在？一大早的，哪位贵客呀？您瞧瞧，这上面的东西贵店可有？呵呵，方才小的眼拙，没能看出天师原是内行人，一时冒犯，还望见谅。天师来的实在不巧啊！您要的东西，小店原本便是未能尽全，也能准备个7、8分，只是前些日子上头下令，这些东西便一并充了公。别说是我家，您就是把这条街从头到尾问个遍，小的也敢说您买不到一件儿。这是为何？小的不敢妄言，不过只听说是国师大人下的令。谢过掌柜的消息，叶之瑜神色惶然地带着2个孩子游荡在大街上，去找萧清让求求情，分些灵财给他。叶之瑜知道萧清让个性不会为难他，但不到万不得已，他还是不想单独去见萧清让。要不再回王府库房搜刮搜刮，万一就有意外发现呢？娘亲，你是不是累了？娘亲才没累呢，是不是小凤团想偷懒，反过来怪到娘亲身上啊？带你妹妹回去歇息吧，娘还有好些地方没逛够呢。叶之瑜刻意大声叮嘱小九，小九抿紧了唇，一脸倔强，也不听叶之瑜的话离开。叶之瑜心中又是焦急又是酸涩。怎么不记得路了？这个拐角过去，陈伯伯的马车就等着接咱们回府呢。哎呀，记得。娘，你少买点啊，家里银子还禁不住你这么花。你这孩子。拦住叶之瑜的汉子身形壮硕，自墙上落地时却轻巧无声。这位大哥好身手，找我有什么要紧事吗？那人并未答话，反倒是皱紧了眉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叶之瑜讪笑2声，想借机离开，
却又怕两个孩子来不及安全回府，只能站在原地硬撑着周旋。你便是王小娥？王小娥是谁啊？大哥，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别听他废话，他就是王小娥。这小娘皮哪还有这么一手？叶之瑜只觉自己颈上被重重一击，便是瞬间陷入黑暗，失去了意识。老大，这女的是什么人呀？刚才那阵儿还真给我吓了一跳。一阵颠簸，叶之瑜悠悠转醒，刚好听见身旁押送他的人发问：不该问的就别问，得罪主子的不论死活都要带回去的份上，你还敢随便打听，不要命了？哼，你别说，这女的长得虽然不怎么样，但也还算得上是细皮嫩肉。嘿嘿，照我的意思，反正都是不论死活了，拿来给兄弟们先泄泄火，也不算浪费嘛。就是啊，老大，这些日子上面交代的差事多，哥几个都没来得及去找相好。今儿这女的反正交上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给咱们先用用。要我说呀，这荒郊野岭的也不怕被人发现，咱们就地解决，干完了任务照交不误。老大你看怎么样？哎，真扫兴。黑衣人听见有人过来，正想扛着叶之瑜换个地方继续，却听到几连破空之声，紧接着便是几人的惨叫声。叶之瑜睁开双眼，只见骑马弯弓赶来的正是上还穿着繁琐朝服的凤无名，一时又想哭又想笑，心如擂鼓，人却是泄了力气，再度昏了过去。凤无名见叶之瑜歪斜在地，衣衫不整，心火更旺，手上力道便也不顾分寸，几发剑雨离手，那黑衣人竟连叫喊都来不及，便直接毙命于凤无名手下。我招，你想知道我头上是什么人吧？小的一五一十全都告诉您，只求您放我一条活路。凤无名看着眼前畏缩如鼠的壮汉，不发一语，直接拔出佩剑。俯身探了探鼻息，确定叶之瑜只是昏了过去。凤无名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才小心翼翼抱着他上马，往归处奔驰。是老奴办事不力，请王爷责罚。陈管事一脸冷汗地跪在堂下，战战兢兢地请罪。凤无名此时哪有心思分神处置他，只专注地看着床上昏睡的女子。方才大夫不是说他只是受惊晕厥，怎么还不醒？你先带神医的两个孩子回去休息，处置的事日后再议。我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等着娘亲醒过来。我也是，我要陪着娘亲。王爷，这……叫大夫来，神医醒了。娘亲，你终于醒了。哭什么呀？娘亲这不是好好在这儿呢吗？娘亲要多谢小九，谢谢你发现了那些人，自己把妹妹安全送了回来，甚至还帮娘叫来了救兵。小凤团看着平日总是克己手里的小九，被叶之瑜揉搓的小脸变形，倒是没心没肺的咯咯的笑了起来。似是为了提醒叶之瑜在场还有旁人，凤无名装腔作势的咳了一声。老太医也没卖关子，把了把脉便开口：神医既然醒了，便是没有大碍，只不过此般惊惧过度，心肺有损，再加上之前气血不足的老毛病，想要完全恢复元气，怕是要老老实实养上一阵子了。倒也没有那么虚吧。夜已经深了，娘亲既然需要好好休养，就不招待王爷了。凤无名今日却是出奇的好说话，大概是照顾到他是个病人，竟也没和小九计较，吩咐了管事几句，便先行离开。方才怎么和王爷说话呢？不许没礼貌。娘亲怎么向着花野叔叔讲话？
可是也是这个坏人叔叔把娘从更坏的坏人手里救回来的呀。娘亲不是教过你们，有仇呢是要必报，但是有恩啊也要必偿嘛。哼，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娘亲，朝堂之争不是我们能轻易参与的，不如趁此机会我们回神医谷吧。娘亲，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我想花姨了。婷婷，你们两个怎么自顾自就决定好要回去了？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呀。管事进来通传时，凤无名正在书房和幕僚议事。王爷，神医求见。太医不是交代了他要好好休息？那小的就说王爷在忙，先送姑娘回去。让他一个病患来回折腾什么？还不快请进来！你尚未痊愈，不在床上好生躺着休养，这么匆忙的过来见本王做什么？若是觉得留在王府安心不下，等待你身子好了，本王亲自护送你离开就是。本王不会强留，神医放心就是。王爷这是在赶我走吗？自然不是。那就好，民女是来谢王爷的救命之恩的。若不是因为本王与太后的争斗，你也不会遭此劫难。王爷这话倒是见外。且不说我接榜之时就想过勋贵之家的生意不好做，就是看在王爷的大方手笔上，我也不可能为这点事记恨王爷。王大夫不必道谢，是本王没能依照承诺保护好你们，才让孩子和你先后遇险。救人是凤某分内之事。大夫若是想离开，同城管事告知一声就是，本王会妥善安排。我什么时候走，不还得看王爷你吗？救人是王爷的分内之事，同样也是我的呀。若不能确定王爷痊愈，便因为贪生怕死先行逃走，王爷把我王小娥当成什么人了？现在我精神不济，怕是要再耽搁几日，才能为王爷仔细把脉，确定毒性是否去除干净。你确定？太后见本王情况日渐转好，定会越加疯狂，届时你和2个孩子只会越加危险，你就不怕？怕也没办法呀，大不了我就听王爷的话，安生几日，待在王府里闭门不出就是了。至于日后嘛，虽然我不能一直依傍于王府，不过想来王爷这般运筹帷幄，朝堂上的争斗一烈，到时候太后应该分不出心神来处置我这个小人物吧。我倒是不知道神医竟然天真如此，你就没想过学些自保功夫？王爷是不是忘了，民女也是略懂些拳脚的？你也清楚只是略懂。若是太后当真锱铢必较，就是要与你秋后算账。离开王府之后再遇上亡命徒，你要怎么办？抱着2个孩子从容赴死吗？那民女这厢谢过王爷好意，只是王爷送佛送到西，替我选拳脚师傅的时候，记得选个耐心温柔些的。本王的人自是本王亲自来教。哈，怎么就成了你的人了？前些日子不还嫌弃我嫌弃的要命吗？翌日，叶之瑜便收到一把匕首，那匕首瞧着实在是平平无奇，连刀鞘都是暗色。除了轻巧些，叶之瑜怀疑凤无名是不是随便选了一把来糊弄他。我虽不知你从前学的是哪家路数，但是想来女子习武多为了强身健体，若遇到那些专门训练出来的暗卫杀手，10个你也不够他们打的。你本就精通医术，先前也想过要不要教你玉器飞针，只是那对内力要求太高，并非几日之间可以速成。想来想去，还是匕首最简单也最合适你。方才就是我要教你的第一项，一般人见你手中持有利器都会躲避，即便是有几分功夫在身上，也会尽量先夺你武器，避免自己受伤。只要你能够做到1炷香之内不被我抢过匕首，就算你今日课成了。真这么简单？试试就知道了。等会儿别哭鼻子就是。哼，王爷少说大话了。王爷，你就不能看在我还没好的份上，多少放点水嘛？
生医也有今日。方才你只记得闪躲，却忘了匕首本身就能伤人。若我伸手夺刀时，你用匕首刺我，是不是就能转守为攻，不再被动了？你方才又没说可以还击。那我现在说了，你便敢用刀伤人吗？平白无故的，我怎么可能伤人？更何况，万一真的伤到了你，不还是我来负责医治吗？你对自己的身手好像还不够了解。通常人在面对同类时难免会起恻隐之心，因此不会下杀手。但是这种人性在面对那些难卖命钱的穷凶极恶之徒时，变成了累赘。我见过无数的新兵，在沙场演练时样样争先为佼佼者，可等真正上了战场，面对真实的血肉，大半都会胆怯。到最后，能抛却犹豫，果断挥下武器的人才能活下来。活下来，才有资格谈建功立业，谈衣锦还乡。叶之瑜怔怔看着凤无名，似是觉得自己失言吓到了他，凤无名便借着今日课程已完，匆匆离开了。还不等叶之瑜消化完凤无名话中深意，陈管事匆匆忙忙找过来，说是国师有请。真是国师？管事你确定吗？来人拿了国师的手令，不是再三确认过真伪，小的怎么敢来通报姑娘呢？上次见面我既说了你我二人投缘，为何不见你来寻我？还要我拿着国师的架子才能请到你？国师大人日理万机，民女就是得了大人赏识，也不敢随便叨扰。这是玉露丸，平幽静气最是有效，我随手多练了一些，你带回去用吧。今日让你过来，还有一事想问问你的看法。不知我有什么能帮到国师的？当今圣上运势如何？娘哎，早知道萧清让要和自己谈的是会掉脑袋的大事，就算是拼了得罪他，自己今天也不会来呀。后悔出门之前没先给自己看看运势如何。国师大人说笑了，这般事情岂是我能随意分说的？你在我面前何至于这般忌惮？放心，这里只有你我二人，你说的话我以性命担保，普天之下不会有第三人知晓。你瞧着总有几分怕我，为何呢？当然是因为你上来就揭我老底啊。九子园领五行之外视为地星，只是自当今陛下即位以来，往昔最为显要的地星辉芒却是一日不复一日。我认为这地星垂危已不可逆，你觉得呢？国师大人今天特意叫我过来，不会就是为了让我听方才那些惊世骇俗之语吧？惊世骇俗吗？这般天象并非难以遥算，即便换作观星术的初学者也能察觉一二。不然眼下各方势力龙争虎斗，你难道以为都是一时兴起，才想让这天下换个姓氏来做主吗？我这般赤诚以待，叶姑娘难道还不愿意相信在下吗？相信什么？上次同叶姑娘说起拜师一事，想来是我唐突了。叶姑娘这般天资禀赋又实力佼佼，想来应当已有师长教导，也是我一上来就妄图以师父自居，冒犯了姑娘。我们不如简单一些，以平辈相称，就是不知叶姑娘可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国师大人，承蒙您不嫌弃，小女子便以茶代酒，满饮此杯。既然都是朋友了，那小女子可就要厚着脸皮求国师大人一件事。但说无妨。国师大人不是应当先问问是什么事情吗？若是我要国师行那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事呢？那我反悔不就是了？我既然有心同叶姑娘结交，自然是信得过叶姑娘的人品，但说无妨。叶之瑜便把之前去店中采购灵材却遭拒绝一事大概讲了一遍。那些被收来的灵材地宝此刻都在库里，叶姑娘等下自取便可。叶姑娘可知，
我这禁令还真是因为姑娘才下的。啊？叶姑娘不必紧张，实在是叶姑娘几番驱邪过后名声大噪，连带着这京都之中的风水生意也眼见着热闹起来。只是这中间难免会有滥竽充数之辈，身无异能也就算了，还借着辟邪的名头高价售卖灵材骗取银两，这受害者众多。我这才下了禁令，禁止私人售卖灵材。不过叶姑娘既有需求，那萧某定然是不会不允的。叶之瑜不曾想自己一只小小蝴蝶也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一时之间也有些啼笑皆非。公公，咱们还有多久到啊？不远，再过2重门就到西华门了。可是公公，我今日是从东门进来的呀。也怪我方才没交代清楚，不知从这里到东门又要多久呢？禀姑娘，从这儿到东门呢，要小半个时辰呢。1个小时？那都够他被来人骗成肉片下铜锅了。那眼下西门是什么人在看守？不知能否容我在那逗留片刻，等着给接我的马车传信掉头过来。我记着今日执勤的好像是沈大人。你是说太后娘娘那个沈吗？是呢，姑娘反应倒是快。这沈大人呢，听说好像是太后娘娘祖籍那边移植的，在领事里背景也算是数1数2，不过人道随和，从不在盘查上难为人，因而啊，我们这才带着姑娘往西门去。不然姑娘带着这些东西，就算是有国师大人的手令，怕也是不方便放行的。叶之瑜跑得泪花都要出来了，也不知甩掉身后的人没有，正茫茫然不知是该跑还是该躲时，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唤他：王天师，出什么事儿了？御史大人，有歹人在追我，带我一程。好在叶御史也识趣得很，没有细问，便搀他进了车厢，命下仆加紧离开。等叶之瑜喘匀了气，正想着不着对叶御史解释一二。之前几次和王天师见面都不巧得很，没找到机会与天师细谈。今日相逢也算有缘，不知王天师是哪里人啊？我无父无母，德幸被师父收养，又悉心传授。只是师父实乃世外高人，不欲出山。我本就是下山历练，师命难违，因而叶御史问我来处，说我实在是无法据实以告。哼，话都堵死了，看你还怎么问。啊，原来如此啊！恕我冒犯，只是王天师和我那早夭的女儿有些地方实在太过相像，我这才不想提及天师的伤心处，冒犯了天师，还请天师见谅。御史大人哪里的话，我既然亏得天道，自然已脱离红尘牵扰。父母一事，既是命数已定，御史大人知道了也不算冒犯。想必御史大人千金在天之灵，看到御史这般惦念不下，心中自然也是感动的。不过白发人送黑发人，总归是憾事。御史大人若是太过介怀，只怕会损了千金阴德。还有这么一说啊！今日也算是赶巧，在宫里便遇到了天师。不知天师今日是否方便，可否随我去大理寺卿处探望一二？大理寺卿？向大人家里又出什么事了？不，少卿大人一家好得很，上次还说得来贤儿带着礼物拜访天师呢。我说的是大理寺卿，也就是向大人的上级。叶之瑜方才借着叶御史的援手逃出升天，
想着此时拒绝，未免显得太过不通情理。更何况，若不是那位大理寺卿情况严重，叶御史也不会这么急着拉自己过去吧。交代下人回王府通传一声，叶之瑜便随着叶御史一同到了大理寺卿府。不知这位是？这就是之前向大人同我提起过的王天师。今日难得天师有空，我便请他过来看看傅大人。不知是天师亲临，有事远迎。天师，快随我里面请。天师这是？敢问贵府这样多久了？我们府上，自然是从大人身体不适起，便甚少待客了。住手！大人，这便是近日里京城声名斐然的王天师，叶御史特意请他过来为大人相看一二。什么天师？出去！实在对不住二位啊，我家大人执意不愿受诊，小老儿替他给二位道个歉。你家大人是独独不愿让我进去查看，还是这些日子都未找过大夫诊治？岂只是不愿意让天师您进去啊？最初大人说自己感染了风寒，我便到相熟的大夫那里开了药，大人不喝，我还以为不是什么大病。可是眼见大人的脸色一日坏过一日，我就擅自主张请了大夫到府上。可是还没进房门呢，就被大人赶了出去。平素看着傅大人不是这般讳疾忌医的人呐。虽然如此，但我瞧着大人的状况不能再耽搁了，哪怕大人要降罪于我，也得等他痊愈了吧。大人，这二位是为了您的病来的，您开开门啊。傅大人，我不是那拿歪门邪道图人钱财的江湖骗子，大人若是不信，我身上有国师大人的手令作证。傅大人不会是晕过去了吧？哼，实在抱歉，傅大人的事情实在是我力不能及，劳烦御史大人送我回王府。叫上叶御史转身便走，管家想留却不得，只能继续在傅景彤门前继续劝说。过了一会儿，才见房门缓缓打开，傅景彤虽是摇摇欲坠，但还强撑着气场。方才那两个人回去了，你们见谅了，傅大人。是我自作主张想了这个主意，贵府下人也是知道为救你才听命的。傅大人若是要算账，便算在我头上吧。狗拿耗子！没办法呀，受人之托，更何况行医者总是见不得枉丢人命的。不过若是傅大人一心寻死，扯下腰带往房上一悬也就行了，何必自我折磨，还连带着旁人为你白白忧心呢？你懂什么？还请傅大人脱掉外衣，方便我检查。傅大人，我身上有何不妥？傅景彤的眼神又落回到叶之瑜脸上，沉默几息，这才开口：为我诊治可以，只要你一人留下，其他人都出去。这里再无旁人，傅大人有什么隐情，可以说个痛快了吧？不过先说好啊，我是有几分卜算的本事不假，但也是个大夫，要我听了故事便放弃一条好端端的人命不救，那是不可能的。好端端？我让你留下，不是为了同你讲我的故事。想来我同王姑娘萍水相逢，就是说的舌灿莲花，王姑娘也是不感兴趣，说不定还要打瞌睡吧。那傅大人是想同我说些什么？就算拖延时间也没用，今儿这病我看定了。姑娘别急，让我想想，那是5年前还是6年前？反正就是几年前的事吧。京城出了件大喜事，因着救命之恩，老摄政王
一早便同御史大人约定结下儿女亲家。那小摄政王英姿卓越，叶家嫡女温柔贤淑，谁听了不说是一桩美事？只可惜临到婚期，叶家竟把那嫡女换成了庶女。好在摄政王不嫌弃，婚礼便也如期举行。更可惜的是，想来是那庶女福宝，竟然在大婚第2日便染了疾病去了。你说，换了你是宁愿一辈子做那低人一头的庶女，还是只能风光一日的摄政王妃？哼，我哪个都不想，我只想回到那个有可乐、有空调、有冲水马桶的我的时代。大人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不过是想着姑娘久居山中，不了解这京中旧事，突然想起来，这才说上一二。大人好兴致。故事说完了，我要开始了。说来也奇怪，不知是不是丧女之痛，让那位御史大人失了心智，竟然私下托我秘密寻他那倒霉庶女的下落。人死不能复生，我大理寺就算司掌诸多案件，也没有查人查到地府去的，是不是，叶姑娘？大人换错人了，我姓王，名小娥，不是什么叶姑娘。那就当我是一时糊涂吧。王姑娘，人人都有秘密，有苦衷，我的苦衷自然是不便言明。可因为这苦衷，傅某不想被姑娘诊治，不知姑娘现在能理解吗？但是你身上的黑气，不，已经是死气了，浓厚到了这般地步，再不想办法，真的会死的。看来姑娘真是功力斐然。回程的马车上，叶御史带着几分疑惑发问：王天师，那小傅大人的情况真的这般凶险，连你也没有根治办法，只能暂缓吗？我与傅大人缘分未到，因而现下解不了他的结束，若有转机，我自然全力相救。哦，还有机会便好啊。王天师，王府到了。叶之瑜下了马车，看到自王府大门颠颠跑来迎接自己的小凤团，不由笑了出来。娘亲，今天出去玩又不带我，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出来接我？小九呢？被坏人叔叔抓起来了。凤无名和小九，叶之瑜想不出这两个一板一眼倒有如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人能起什么冲突。按耐不住好奇，便快步抱着小凤团进了院内。王爷，小九还小呢，你就不能让让他，喂喂招吗？你难道不清楚自己儿子是个什么倔脾气吗？小九认真的很，你当人人都是你打不过便要人放水的吗？叶之瑜哪想到自己一句话便能祸水东引，让凤无名接起自己的短来，连忙转移话题。天色不早了，都快用晚膳了。小九，你难道要带着一身汗吃饭吗？你也知道已到了晚膳时分，身子还没好，又去哪儿野了一天？我不是已经让叶御史派人来王府告知一声了吗？哼，还算你心里有数，知道传个口信回来。不然，你是想看着这何府院尉把整个京城翻个遍，只为寻你下落吗？事出突然，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以后就算国师有招，这皇宫你也别去了。还有，我看太后是越发按捺不住了，先忍忍，不要出府，我再安排几名护卫给你。先忍忍，是忍到什么时候？我自然知道危险，你放心，没有要紧事，我不会出府，白白叫你担心的。只是能做护卫的高手，我便认识一位，等下就来，就不劳烦王爷再安排了。你认识？你才到京城多久，怎么就认识了这样的人？王爷，我到京城时日虽短，在外面闯荡却有几年了。
我既然信得过他，也请王爷信得过我。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既然要在王府内当值，至少也得先让我这个王府主人过过眼吧。叶之瑜想想，倒也在理，便应了声是，匆忙回房了。还好你醒了，不然我这牛皮就吹大了。怎么又要送信？不是，这次是想请你当我的保镖。蓉儿被叶之瑜这神来一笔吓了一跳。保镖？我是花妖哎，娇弱不能自理的牡丹花哎。可能在妖界你是花瓶派的，但是放在凡世，你就是不折不扣的实力派啊。你的意思是让我和凡人打架？这般有违天道的事情，我是不做的。怎么是打架呢？不过是留在我身边，主要是看顾2个孩子一二。若是歹人来犯，你再出手，自然就不算妄起祸端了。这倒是再简单不过，我答应你就是了。太好了，那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身体。叶之瑜闻言，立刻扯下一旁的黑布。蓉儿这才瞧见叶之瑜的身畔立着一具人偶，虽不说是栩栩如生，但是细节处打眼一看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我倒是不知道你还有一手颜偶的能耐。哎，那我懂的不是多了去了，低调低调。不过你平白费这功夫让我附身人偶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我隐在暗处能更好的保护你们吗？哦，你是想让我充作高手，好替你挡了王爷的安排？就是这样，你可愿意？可有哪里需要改动吗？不过见状也知道，蓉儿对能以实体自由活动还是欢喜颇多的。叶之瑜这才放下心来，还不等他再多叮嘱蓉儿几句，敲门声响起。凤无名看着近乎倒挂在椅子上的蓉儿，皱眉：这便是你寻来的高手？见过王爷，蓉儿姑娘今日起便亲身保护我了，还请王爷告知众人，也让他日后在王府内走动时得个方便。王爷有事直接讲就好了，动手动脚的做什么？你当本王是什么人？我不是都自行找好人选了吗？王爷这又是何必呢？这些人要么是王府内的家生子，要么至少也是知根知底来路清楚的，且身手都是了得。你为何这般排斥？我和孩子都怕生不行吗？蓉儿与我相熟，在我眼里自然是她更好些。再说了，王爷只知他们身手了得，可在我看来，他们啊却不一定能比得过蓉儿呢。姑娘这话说的倒是轻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姑娘既然瞧不上咱们几个的能耐，那就把姑娘的人拉出来一同比划比划啊！若是输了，咱们几个心服口服。王爷，别让蓉儿姑娘出来露一手，也好让我放心。王爷说话算话。幼稚，本王自然言而有信。见到身形纤弱的蓉儿，那四人眼中俱是闪过一丝轻蔑之意。车轮战太过欺负人了，要是没人自荐，那咱们几个抽签儿，随便选出来和这位姑娘比比。不必了，你们还是一起上吧，得让诸位心服口服不是？都可以，我听姑娘的。姑娘得罪了。只听一声断喝，其中一人抱起，便要先发制人击退蓉儿。那人手中10符舞的带风，眼见就要击中蓉儿头顶，却不料眼前一花，再一瞧，哪里还有人影？不等他收回力道，调整姿势，再劈一斧，国窝却被猛地一击，便是跌坐在地，再不能起。心中暗叫不妙，正想出声提醒同行之人，眼前女子手中真有几分本事，却见余下3人也皆是同自己一般。转瞬之间，竟然只有蓉儿一人仍站立在场。周武难以置信地看着又温温柔柔回到叶之瑜身边的柔儿，是小的有眼无珠，刚才冒犯了姑娘。怎么样，
王爷对我找来的人可还满意？身手可还入得王爷法眼？身手是不错，不过这般高手我之前竟毫无听闻，看来还是下面的人办事不力呀。这样的人无声无息地便入了我王府，竟连半分察觉也无。这是自然，原来蓉儿没附身木偶的时候，你们也看不见嘛。我们江湖人士自有旁的消息渠道，能结识蓉儿姑娘，靠的也是在神医谷的一段机缘巧合。她一介闲散人士，和方才那几位志向不同，王爷倒也不必担心她会惹出什么乱子。你就这般信得过他？是你救过他的命，还是他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方才场上4人只知自己技不如人，而你我在场下自然看得更为分明。那般精妙的身法，若是他有心对你对孩子不利，这府上你可还能找出除我以外的第2个人同他一较高下？王爷，你怎么总是先入为主的觉得他要背叛我呀？不是背叛，而是你要用人，要先保证自己有降人之能。以眼下这位蓉儿姑娘的身手来看，我实在是没看出来她有什么要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保护你的原因。哼，说了半天，原来是觉得他不配。王爷，反正我就选定他了，身手呢你也见过了，要么他，要么就你来屈尊降贵，天天给我当保镖吧。凤无名皱眉，方一开口，竟是一口血先涌了出来。叶之瑜大骇，这凤无名不会因为他硬要偏袒蓉儿，被气吐血了吧？慌乱地把凤无名架进房内，叶之瑜3指探上凤无名脉搏。一旁匆匆赶来的管家忧心忡忡：神医，之前不是说王爷的毒已经好了大半了，这怎么突然又……方一清醒就发现自己上半身不着寸缕，凤无名不用想都知道是谁的手笔。正想出言调侃几番，见叶之瑜一脸凝重担忧，凤无名便知事情没那么简单。尤其自己方才并不是自然醒来，而是硬生生被一阵剧痛逼醒。敢问神医，我这衣服能穿上了吗？王爷，你身上的好像是蛊毒。蛊毒？原本王爷体内的几种毒素皆是毒性凶猛，我就以为只要将它们去除便好。只是这几种毒一除，原本潜伏在王爷体内的蛊虫便得了机会作乱了。之所以说是好像，是因为此毒在王爷体内潜伏已久，甚至已经能影响王爷的知觉。方才王爷剧痛，便是因为我想去除此物，但只是稍一动手，王爷便反应剧烈。平日里无声无息，却能影响宿主到这种地步，除了蛊毒，我暂时还想不到别的。也就是说，你有办法去除此毒，只是此毒若离体，我也可能会死，是吗？民女不敢断言。那可有何压制之法？办法自然是有的。刚刚我尝试去除此毒之后，蛊虫便不再动作，想来是察觉危险，僵化保命。若是王爷能忍受痛苦，我便能暂时克制住这蛊虫，一段时间之内不发作。只是若短时间内找寻不到解蛊之法，我担心王爷的身体经受不住。是心之痛而已，本王还经受得住。不过若总是要你来压制此毒，只怕是不方便。本王总不能把你一辈子拴在王府，只为了给我压制毒性吧？叶之瑜心中酸涩难当，定定看着此时还记着他想离开的凤无名。凤无名略不自然地别过脸去。既然如此，那就全靠神医想办法，为本王去除这难缠蛊毒了。民女自当竭尽全力，只是还需要时间。毕竟这蛊虫突然发作，民女还得慢慢了解。管家进来回话，说是神医交代的事情都办妥了，不必再拘着那些看到我晕倒的人，再派几人混入其中，尽快往外递出消息，就说
我此前康复是用了秘术，现下遭到反噬，已经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了。此话是真？沈烟柳皱眉看着跪在堂下的暗卫。千真万确。那凤无名之前还想让官府封锁消息，后来可能是眼见着动静太大，反倒瞒不过去，这才让我们从几个管不住嘴的洒扫口中套出来话。